这个英雄的机制是挺强的。一级学 W 先下马，他的 W 我跟你说啊，他 W 是可以那个的，他 W 是可以有护盾的，而且范围比较长。一级的一个 W， 我觉得我不能先交，先交的话我就没什么用了。你开个 W 上去顶上去的话不好打，有护盾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先把闯动给占住。今天刚出，坐起来玩。他动手的一个时机点啊，3级是挺强的，3级你可以带着 AD 一起动手，2级的话可以挑飞加 Q， 挑飞加 Q 是最稳定的。这一波准备先跟他换一波，锤一下，好，先溜，打一套，利用护盾换血。所以说1级的话，我是不想上马的，因为你有护盾给他换血还是挺舒服的。但是你要把这个马先给消耗掉，然后你2级可以动手，不着急上，有攻速加成。2级的话先学个 Q。走，好让露露帮他补兵，他玩的还是很稳的啊，你站在这里就行了。看一下属性，那他在下马的形态是有护甲跟魔抗加成的，但是没有移速加成，上马的一瞬间有。这一波对面打野会出现在上半区，先不着急，我们先锤一下兵，攻速还是挺快的。这个时候他没有给到我一个很好的身位让我去进攻哈，但是我们求稳起见还是不上。马上是3级了，先往后走。这个上马速度没有我想的这么快。Q 戳晕，走，小心，先打一套。我以为他是有一个爆发性的移速加成，那应该他的上马形态啊，上马的一瞬间你还是要配合上 E 技能来才比较舒服。Q 晕 ，A 锤，点燃挂上，小心，先往后走，不着急。对面皇子应该也在我们这附近，但他是没有升到5级的。这一波我们家中单往上路赶了，可以先去做个眼睛。不着急，不是很好动手。看一下有没有后续，小心。哟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挑还能挑到我跟他移形换位了，我挑到他身后了，不是直接晕的。哇，兄弟，我是真的吃了没熟练度的亏呀！我靠，很烦。他挑完之后他是往后面走的，而且还把自己给控住了，自己没有办法移动。E 技能就是你在下马的形态，你想去顶人，你得先开个 E。这波线得先试完，因为我得出护甲先。先回一波。但这一波我会亏钱，E 技能也可以直接释放，但你默认施法的话是给距离最近的一个队友。第一件的话，先来一个击克，这个英雄大招吸人的话，有击克的聚合的减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卡莎是没有闪现的，下一波我们控制就是极会杀。晕住，再往后走，不着急，看一下队友的伤害应该够了，闪现拉开。不着急走，还有后续，E 技能减速，E 技能加速，走，往后面走，不着急，杰斯没过来，还可以。而且他的 Q 技能跟他的准备上马形态的就是这种下马形态，然后你再开一个 W 技能，准备把别人挑飞的时候，都是可以把自己给控住的，自己是动不了的。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放这种技能还是要稳健一点，这个英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我现在想要做饥客还是做什么？看一下对面这个阵容，加文是在前面，饥客的聚合，还真行，试一下吧。这个形态的 W 比较容易命中一些。先把眼睛给做上。
挡住，给他压力。晕住，加速先溜，还是挺灵活的。有这个 E 技能的话还是挺灵活的。端游的 E 技能好像不是这样的，端游的 E 技能好像是控制，不着急。这个时候不清楚对面的人在哪里，霍顿，打野露头了，这一波可以动手，可以越了，可以越了，打野跟中单都露头了。西归来，开溜，还行。你主要是要确保对面的打野跟那个中单都露头，然后你才能上。这波他打野要过来了，小心点。中单可能也来了，我们先不着急，眼睛先做一下。但是他 W 技能虽然说可以把自己跟别人一心换位啊，这个控制还是比较关键的。就像端游里面那个老版的厄加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。那个老版的厄加特就是一个大招是把别人移形换位，有那种效果，还是非常厉害的。回家，中单5杠1了，但是这波小龙我们看不了，因为我们要回一波。E 技能的范围还是比较远的。端游里面这个纳尔的瑞尔的 E 技能还是有加速效果的吗？我不是很清楚啊。现在这一把的话，我们就先尝试一下这个英雄。确实一把没玩过，我再想一下他连招，大招推棒，再接 W。他 W 技能其实是比较慢的，你像这种，你如果说大招接 W 的话，其实没有那么好中。或者你得开一个 E 技能 ，E 技能加速，然后再开大招，再 W， 或者就是说大招 W 闪现 ，W 闪我没试过，不着急。先锤一下，他们双主会赶到中路来。但是你像这种赶路的时候啊，还是不要放这个 W， 因为你在上马形态下的话，你骑了匹马，你的移动速度啊是非常快的。想一下，我绝对是要出推棒，有个推棒增加一下位移手段，你的大招更好拉中人一些。对，这种时候你其实你不应该教这个 W 下马的，你如果说准备动手的时候是可以这样教的。给我锤飞，有没有后续？冰川减速到，暂时先溜，加速，走，击飞，搭到，还行。这个 Q 技能空了 ，Q 技能会有一段时间前摇，不是秒放，E 技能加个速，怎么说有没有后续？挑飞 ，Q 戳，走，往身后走，闪现拉开，不着急，E 技能加速，再往后走。那果然啊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他还是需要出推棒。有推棒的话，你有一段位移，你可以更好的贴近别人身边。哟，没死，很肉啊！你怎么说？回一波加，我那个草丛里面应该是有眼睛啊！这杰斯过来偷了我一套。W 闪现 Q 啊，是可以这样操作啊，因为端游里面瑞尔就是这样的。也可以 R 推棒过去，R 推棒过去接 W 技能，这样稳定一些。W 闪 R 会更帅一点，会更帅，会更快，可以过墙。眼睛先做上，这一波没有后续，不着急。这位超花 AD 先回了，我们先溜。数值。他的大招不是秒放，会有一段时间的那种前摇，不是说立马就能放得出来的。哟，这一波没有推刀，有点可惜。E 技能先加个速，想把他的 EQ 啊给他强制位移下身，但是没有这种画面，小心。拉到，减速 W， 但是不上。他在锤我，小心，先往后拉。杰斯可能来了，加速。上路被我们家侠单杀，这一把的话优势挺大的。我已经慢慢摸明白了这个英雄的一个诀窍了，但小心，这后面有个剑姬，不着急，E 技能给新钢影加速，这一波他要死了。晕住，
走。W 就是你踩完人或者你控制完之后啊，不要接 A， 直接接 Q 就行了。加速，没有后续。走，还是挺灵活的。一个大人没拉到，我得先回一波加，因为接下来小龙他还要接，但对面可能不要，他们可能会去换这个赏金塔。因为它作为一个应付来说，它是非常灵活的。但是这个英雄，我跟大家说啊，就是你玩的时候，你不能乱放技能。它灵活是灵活，但是如果说你技能乱交，就会让它变得很笨。因为这个英雄的技能是它可以把自己给变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先是上马形态，上马形态 W 技能可以突人，并且有护盾。晕住。怎么说？加速非常不错，开端手段非常的强力。进场把别人吸住，他基本上就是要找这一波。我跟我们家中单上去看一下，但是他是不能被开到的，我们不是很好打，守2塔就行了。走，因为我没大招。小心，皇子没战斗力，但是剑姬有，但你不要主动戳上去，你要有一定的逃生空间，要有一定的逃生手段。下马，戳 Q 晕住，点挂上，不着急，可以先去看剑姬，看剑姬要动谁。他应该是走了，留不住，先回一波加，把孔子做出来，留住了。吸的话应该不会 ，Q 晕住 ，A W 上嘛。这一波说实话还是熟练度不够，这个 W 放的不是很好。我觉得我练个差不多2把，练到第3把我就已经能彻底掌握这个英雄的诀窍了啊。那么11分钟一手1-1-11的一个战绩送给直播间各位还在单身的同学啊，走，还是要做推棒，因为端游里面的瑞尔他是做不了推棒。端游里面的瑞尔，它不是说能直接附魔力用500块钱就做出这个位移性的一个装备。端游里面的瑞尔的话，它是一嚣张技能全空。端游里面的推棒是一个大件，但手游里面推棒是一件小件，所以说端游里面瑞尔并不做，但手游里面可以做。大招吸 A Q 晕住，这里来吸它，看一下有没有后续，加速给一手 W 过来挑飞，哎，我这个没有挑啊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个 W 晕眩时间还没有那么长，把它击飞过来，再走。晕住，走，我应该是死了，但游戏结束了。总体来说，这个英雄作为一个应付来说啊，它强度非常高，但是你不能乱玩，你的技能不能乱放，你的 Q 技能跟你下马形态的 W 挑啊不能乱交。你得在正常的情况下你交，才能把这个英雄发挥出它的作用，让它变得非常灵活。如果说你想玩好这个英雄，你这2个技能是一定不能乱交，包括他的一个 Q 技能，这2个都是可以强制把自己的灵活性给它下降的。但这种控制同样非常关键，有利有弊吧。OK， 成功拿下。那兄弟们觉得橙子这一把瑞尔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。上马才是挑飞，下马是直接突人。我先下马了，下马然后我再上马，我上马就能把人挑飞，然后我在马上我再下来，然后我就是把别人给击飞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我懂了。哈哈，再来一把试一下哈，因为确实这个英雄我端游里面1把我都没玩过，还是要再抽一下这个皮肤。我再抽个差不多45发吧，45发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剩下几个我想要的皮肤全部都兑换出来了。现在是269，继续。瑞尔上线了吗？上线了，能 W 闪吗？我没试过。按理说应该是行的，因为端游里面都行嘛，手游里面肯定也可以。血钻确实啊，我抽这个中奖率挺高的，大家抽应该也差不多，应该不是说就我的中奖率会比较高。它的被动是普攻命中时附带额外伤害，就是相当于有那种破败或者那种智慧默认的那种加成的一些伤害，而且它是 A 到人，普通攻击 A 到人，包括你技能打中人是可以减对手的护甲魔抗 Q 技能是可以破盾的，
Q 技能有的时候可以预判交 ，W 技能骑乘状态下是获得移速加成，主动释放呈披甲形态，对敌人造成伤害和击飞效果，并且有护盾。所以说我们在对线的时候啊，还是需要有这个马上形态下马的时候，这个 W 的护盾呢需要这个，因为你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对线你就可以一级跟他换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那个护盾，换血并不会很亏。别看英雄介绍了，就让你练英雄，等一下，哈哈哈哈。我上把玩的不赖的啊，说实话，这一把的话要出水银了，这一把对面维鲁斯加炼金，他们控制有点多。其实玩莫甘娜也行，但是新英雄上线啊，咱们就无脑选，就玩它。试过了不能 W 闪，真得假得。端游里面行，手游里面就不行。按理说是手游里面行的东西，端游里面不行，但端游里面行的东西，手游里面肯定也行。等一下我试一下啊，当呆瓜就当呆瓜了。咱们先摸索一下这个英雄，我尽量就是说把这个英雄快速给他上手，玩到非常厉害的那种高手瑞尔啊，然后再给大家做教学。因为这个英雄我觉得很适合我，做一个硬辅，他很灵活，但是他会有让自己变成呆瓜的一点。我觉得我是不会用这个英雄把自己变成呆瓜的。不行 ，OK， 那我输水银的话，我就会少一些开团的手段，我少推推棒，我就会死的会比较多。下马形态 W 闪挑飞，我记得端游里面不是有那个吗 ？W R 闪现 W， 哦，端游里面是 R 加闪现把别人吸回来，然后在原地开一个 W 把别人击飞，是这样的，不是 W 闪现，那确实不能 W 闪现啊。下马是可以 W 闪的 ，OK。那端游里面它的 E 技能是可以，就是说，两点之间，你挂到你队友身上，然后你跟你队友之间挂上这个 E 技能链子，然后就可以把别人给晕眩。但手游里面 E 技能是加速，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加速是比较好的，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灵活一些。闪挑可以吗？肯定可以的啊。这一把对面又是维鲁斯加露露的射核阵容。他们这一把阵容非常不错啊，有起节奏点，然后有 AP 有物理，还有2个前排，还有软辅。不过体验服，咱们现在是正式服，这个英雄出来了哈，大家如果说想玩的话，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操作难度还是比较高的。那是改版前，端游不也是这样？我很久没玩过端游了。端游也是加速啊，那就没什么变化了。想一下，圣物之盾。先出圣物之盾，等下看一下我们能卡一波2级，对别人进攻一手。1级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不能下马挑飞。如果说你对线强势的，你是得上马护盾落地；如果说你对线弱势的，你可以下马把它挑飞过来打他。配德拉文也挺不错的，配德拉文的话，你1级可以强行弄一波。看看符文，你先别看我符文，我还没摸索出来呢。走，进草，给他压力，他还会进草，再往后走，骗 Q， 再进来，他没 Q， 他现在压力会有点大。过来，真的短的一批，我靠，兄弟！等下找机会跟他换一波，得升到2级，升到2级可以利用，但是我这个 W 我肯定要交的。就锤他！哇，这个挑飞他落点在身后，我真的熟练度太低了，捞的一撇，不然的话这一波他都死了，这个盾被我破掉 ，AD 交个闪现，因为我把他挑到身后了，但我预判前压落点，但他其实动不了。开闪先拉开，往后走，他是没有点燃的，所以说这一波并不用着急怕，给他追着点，没事。先吃一手果实，因为对面也是吃果实的，不着急。AD 这一波得回家，这波线我不能回，得再吃一波。等 AD 上线，
可以给他加速。这一波说实话就是我的锅了，因为我前面确实熟练度有点低，动手的时机确实还行，但是因为我熟练度的问题，所以说没有玩的特别好，而且我端游一把也没玩过，还是得稳哈。先回一波。就是你在准备把别人挑飞，闪现把别人挑飞的时候，然后你的 Q 技能要往后戳，这样你才能戳得到。你往前戳，因为他也动不了，你戳不到，是这样的。先主 W， 手游杀手出日尔刚出的，刚上线还不到1个小时，只上线了半个小时。瑞兹在中路压着辛基德，其实瑞兹挺会玩的，因为辛基德并没有说给到我们下路有什么压力，他没有说一直在来支援。这时候 AD 还没升5级，我想跟那边打架，得先把铁板学做出来才行。抓了一波，不着急，我先进草。不好东西。这一波说实话，这个 Q 技能有点难中哈。真的等下是要预判，但你不能盲僧进场，你直接进去，因为他有大招，他妈你禁不住。得等到第2时间他们嚣张的时候，我们再动手。这塔就不锤了，先溜。我还在摸索，确实有点难。哦，铁板学，红水晶，想一下，我这把换一个出装试试。王者板甲，让自己灵活一些。我觉得击克的话有用，但是用处没有那么大。你确实可以把别人吸回来，但是后续的话好像他能拉开，他还是得死；他拉不开的话，他在你大招里面还是得死。他能拉开，他就能活。不着急，对面打也是龙女，往上面走。给压力。不能加技能，闪现先拉开。Q 晕住。哎呀，这一波说实话打个闪现，但是对面龙女赶到了，这个位置我已经没办法开溜了。闪现1级能拍，总体来说还行，拿了个助攻，还可以。但这种位置的话，如果说放 Q 的话，会被他留住；不放 Q 也要被追死，能杀一个还行，会被炼金收。让瑞兹来清一波下线，然后等下 AD 去中线。熟练度还是有点问题，你把下路线吃了吧，瑞兹，等下 AD 去中路。大招就是把人吸过来，他可以去中路吃一波线，但下路线等下又要回接一波，这一波其实没有那么好节奏，因为等下我们下路会让一波线回来，瑞兹又再赶去下路还行。第一件说是面具，伤害还有点高，往下面赶。这里没有眼睛，有一个，先把这眼睛给吃了。3700块，这个经济还可以，没有那么低。先不着急动手，因为接下来龙潭才是我发挥的时候。还想躲技能，再往上面走，打他一套，没什么后续。龙女死掉了，往上面走，躲技能。W 的途中可以开大招。哇，你这小子来的有点快了哈。但这把魔抗装备，我在想要不要做。对面维鲁斯出的是什么装备啊？攻速鞋，然后劲持，他准备出3项，再来一手破败是吗？怎么感觉一点都不肉？你两个人打3个人，确实肯定会被对面集火秒杀，因为联盟手游里面辅助是这样的，他不会说有特别肉。端游里面其实也一样，
我们这波准备来跟队友接团，大招还有24秒钟，铁男也有大招，不着急。这一波架随便打，晕住先。不着急，往这里先 W 扑一下，他没扑到，没事，往后走。大招扑了，但是我这个时候没技能，所以说先不着急，往前面稍微肿一下。A Q A W 上马挑过来，E技能加速，留人。大招吸过来，还有没有后续？把它吸过来，锤。OK， 消个闪现可以接受，闪换闪不是特别亏。开过来，再一个 Q 没 Q 中，扛塔，让盲僧过去杀他。好，再往后走，E技能加速给他出塔。总体来说，团战还是挺厉害的，但是打架的话，我还是差点细节。前面打架确实有在想要去发挥这个英雄的一些特性，但是因为我熟练度的问题，所以说我们前面没什么优势，我没打好。还是得慢慢磨练，哈哈！但是我现在已经会玩了。还是先出推推棒，我觉得推推棒太关键了，这个英雄太关键了。等一下我要刻意的去注意躲一下对面的技能，不能说随便吃到他们技能。感谢双将送出来大跑车，谢谢双将，谢谢小姐姐，谢谢富婆送出来的礼物。我们来上路，不着急，盲僧一脚能把他踢死。看一下有没有后续，这里有眼睛，先把眼睛给吃掉。我还需要吃一个兵，才能把生物之盾给净化。先把眼睛给做上，这个位置可以给他压力。扑过来，先走，加速，推推棒，先拉开。我非常的灵活，再站这里，晕住，打我无所谓。加速，上马走，躲技能，再来一手绕后，我还有后续。闪过来，晕住，交给 AD， 不能继续吃他伤害。这一波拉扯的还不错，我们是一波4v4，总体来说是打赢了，还可以。我得再吃一个兵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英雄，你击克也行，你这个板甲也可以，但你主要的话，你让我来说，我会觉得板甲更好。因为它还是没有那么的灵活，它需要有个板甲，让自己有一段持续时间的加速，还是比较好的。我觉得板甲更适合我一些吧，而且水银我也不想做。这把虽然说对面多控阵容，但推推棒太关键了，有一个推推棒你可以让自己变得很灵活。我不想让它变成一个呆瓜应付。摄像头呢？摄像头现在就打开。咱们要去上半区，这波我可以来。先排个视野。晕住！哟，往后面走。找回来，预判一下，不要上，往侧面拉扯，扑过来。但是扑的距离有点短 ，W 扑的话没有那么好中。加速开溜，这个 Q 技能有点慢啦，哇！你得接控制接 Q， 你直接交 Q 你得预判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段前摇，有点难以命中，得预判，难度有点高啊。这一波可以看一下，维鲁斯跟他去追，关进去一个。看一下有没有后续。先把这个给吃掉，杀了一个还行。扑过来 ，W 往这里 Q 一下，这大招推地棒，闪现先拉开，不着急，不要吃他大，这波还可以继续。找不到，找到了个什么？加速，晕住2个，再 W 扑过来，扑晕。如果说一个瑞尔能做到他的技能100发100中，那这个英雄就是当之无愧的最强应付。如果说你的技能空了一半，那就有点呆瓜；如果说你的技能有80%的命中率，那你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瑞尔。灵活是挺灵活的，7进7出还是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啊，会有点小呆瓜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技能会空，还是需要一个超高的熟练度才行。我刚刚原本吹牛批了哈，我说这个英雄我玩差不多玩个2-3把我就会玩了，
但是我现在觉得啊，这个英雄我玩个4、5把我就会玩了，嘿嘿。黄图马上做出来了，这一波龙的话我们可以打。那像我这样只是说入门，我技能命中都有70%、80%，只是说能玩，没有那么的强，没有那么的厉害。他们去动大龙了，想干嘛？过墙过来，再往这里走，可以包后面。来了个龙女，7，伤害好高啊！对面，我得先回家出了装备了。有狂徒的话，等下可以多回点血。关进去一个人，但我这波不能在线上继续跟他们打架了，得走。下一件装备可以出个冰心，但我缺一些魔法抗性。还得先来冰心，因为炼金的伤害其实没有那种爆发伤害，我可以利用狂徒回复出来。还要上马状态会比较厉害，但不着急上，因为它后面还有个炼金，你这波上的话可能会被开。W 是跟大招一起用，你在打团的时候 W 不能直接交。这个龙的话可以先不用着急动，我们先去上路把线给吃了。什么英雄啊？骑马少女。马吸过来，看不着急上，戳把他戳死，稳一点。这时候可以来一波绕后，我的 W 还在，晕住，加速，点燃挂上，边打边往后溜，不要吃到他持续伤害。E 技能的话，就是你可以让你的 Q 技能变成一个范围性的伤害。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就你开完 E 之后，你的 Q 技能会变成一个范围，但是我不清楚它会不会变长，会不会变宽。看一下技能介绍啊，会引爆目标区域造成伤害，破盾还是来说非常不错的。走，有加速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感觉一点都不肉。联盟手游里面硬辅确实没有那么肉，它的数值没有泰坦跟山羊那么高哈。吸过来，晕住，把它吸，排场拉开，不着急。盲僧操作非常不错，准备一波。预判 KO 没中，但没关系。因为对面游戏准备结束了，我们准备发起最后的号角，金锤。闪现拉开，没赢过，嘿嘿。兄弟们觉得橙子这一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哈。每天晚上11点10分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直播。但是我说实话，瑞尔这个英雄操作难度确实有点高，包括我都没有玩得特别好。还是得多练级吧，强度肯定是有的，肯定是厉害的，但是上手难度有点高了哈。但你要掌握了他的这些技能的一些细节之后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高手瑞尔。而且这个英雄不会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呆，这个英雄恰恰它会非常的灵活，比较灵活的一个硬辅。我们把皮肤买一下，我现在要兑换3个皮肤，一个凯尔的，因为这些英雄都能走辅助，天使也可以走辅助，有的时候娱乐的时候可以玩一下，但不是那种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我靠，这个皮肤有点帅的哈，限定皮肤，肯定要拿下。再来一个。我差不多花了1500块钱，然后有一个至臻的莫甘娜，还有3个这样的皮肤，3个限定皮肤，还差一点，再来一个10连应该够了。开，捞的一拼了，游戏进了，哈哈。玩瑞尔吗？有瑞尔就玩，有瑞尔就玩。因为我现在玩的对决强度还是稍微有点高的，所以说玩新英雄的话，去练新英雄，应该说是去练
雷欧娜教我做人，雷欧娜硬，他辅助不是说看谁硬谁就厉害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辅助是要看那种，辅助是要看那种，就是说，你像洛他硬吗？他也不硬，但是我的洛打那种泰坦打那种山羊，我觉得很好打呀，对不对？是要看你的进场时机，包括你的一个机动性，包括你的一个控制的一个属性，你的控制稳不稳定？你虽然说雷欧娜控制很稳定，那他只能进，他不能退，他退不了。瑞尔被ban掉了，但说实话，这个英雄我觉得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强，得特别高的熟练度才能非常厉害。你ban我瑞尔，但同样我有一手波比辅助最近新练的，我先跟队友换一下位置，换一下楼层。得看对面英雄选择，因为现在的话，对手出的英雄一般来说都是会出那种软辅会比较多的，软辅比较多嘛。但波比你也不用着急选，你不用着急选，因为瑞文打盲僧还是好打的，这把都是高手。那其实可以玩那个巴德，巴德也行，巴德可以找机会。对面是米利欧、盲僧。先不着急出，巴德被ban掉了，时光也被ban掉了，那还有一手卡尔玛。想要在这种高质量对局当中你能赢游戏，软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娜美也行，但是我就选择一手卡尔玛，不带那种不带那种彗星 QQ 流的，我们带盾流。我这把前面要给对面压力拉满，所以说我带对线天赋，他们遭不住我的1、2级。先上个厕所啊，兄弟们，马上回来。要永远相信你的灵魂。我带的是护盾猛击强化攻击跟艾里，然后我前面开护盾上去 A 人的话会非常痛，但是这个天赋只有1级2级会有用，你到3级4级就没那么有用了，因为这种天赋它是小技能的天赋，它的伤害没有那么的高，在对手抗性起来之后啊，伤害会偏低，但是你在1级2级的时候他们没什么抗性，所以说伤害会很高，不着急，对线就要凶一点。只因为我想照亮所有的生命。卡尔玛也是非洲人，这个好像是挺黑的。上前 A 一下，点一下，不着急，先往后溜，等一个护盾，有护盾再上去换血。等一下大家可以看我普通攻击的伤害哈，等一个强化攻击，强化攻击好了 ，E 技能上去 A 一下，你看这一下伤害嘛，打了他差不多有100点血，有个接近100点血，有个差不多90多点血。上前再 A 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伤害非常高，还触发艾离 ，A 他2下他受不了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太亏贼了，还敢上前让我 A 吗？这时候先给他 W 开链子加那个回血量加生命值，但你这个线你吃不了，你怎么说？学个 W 先。瑞尔厉害吗？瑞尔厉害，但是在软辅的版本还是没有那么强烈。先 A 他一下 ，A 辅助也是 A。A 走，A 他，点一下走，他现在对不了线，闪现点治疗开一下 ，A， 闪现再 A 一下，溜，非常舒服。AD 这一波有点肿，我也有点肿，对面也有点肿。
他对于我的伤害，因为我这样跟你说吧，他对于卡尔玛的伤害啊，他计算的是很清楚，他觉得我打不死他，咱们练一下，练住，这么站兵堆就行了，不用着急往后退。因为瑞文也来了，盲僧把闪现交出来了。因为他对于卡尔玛的一个概念啊，还是想的是平时的那种卡尔玛，但是我这卡尔玛不一样，我带的是护盾、猛击、强化攻击跟艾里。我前面 A 一下的话，他是受不了的。我这3个伤害的话，现在打了接近于300点血，非常的变态。那你就更别提我的普通攻击，我 A 了他差不多有个7、8下，普通攻击一下有个40多点血。总共的话，我打了这个卡莎有个600点血。AD 其实打的伤害没有我高，那 AD 先把这个眼睛给吃掉。但你现在你护盾、猛击、强化攻击的伤害啊，就没有那么高了，因为他等级起来了，他抗性起来了，懂我意思吗？瞎子在上，瞎子在上半区，行，那这一波下半区还可以继续给他压制。等我呗。这个2草有眼睛啊，这个草里面有眼睛，你小心点。别小心。我在扛。扛不住，一个大招还行，大招接1，走，不错，非常不错的一波越塔。但这一波因为我们兵线不够，所以说你要直接进场去练人，要直接跟他打架，护盾给他加速，先把这个塔给锤掉。排。回家。我说了，卡尔玛就是这个版本最适合上分的英雄，你打什么辅助都好打，打硬辅打软辅随便打，随便吊锤。但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，哇，橙子你好厉害，你这个天赋伤害那么高，不行，我也要去带，我也要去玩。但是其实不能这样，我单排的话我不会这样带，因为直播间的很多同学他还是打单排的，因为我双排我需要用这种1级2级的强势的点，然后来扩大我的优势。因为我只需要我们的双主是我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优势，我就可以把它滚成天大的雪球。但是大家单排的时候，其实跟 AD 没有那么好的配合，包括你线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推，什么时候该控。所以说还是不建议带这种，因为这种天赋你到一个3级4级就一点用都没有了。他还不是说你5级6级没用，他是3级4级就没用了。好，先练一下1技能加速往前面肿 ，Q 接一个大招，好拉回来，但是不着急，盲僧先一脚踢，先不吃踢，怎么说？先往后走，护盾开，治疗开，不着急 ，Q 一下，这波队友也来了 ，W 练一下，怎么说？还有没有后续？闪现先拉开，再往上面走，小心 ，Q1 强化护盾。但是没有后续，这一波想跟队友强行打一波，打不了了。嘟，对面血量也很残，有点可惜。这个位置的话 ，AD 补不到输出。其实是不应该在这里跟他打架的，我应该直接走，把打野卖掉就行了。但是因为我前面优势太大了，所以说玩的还是很嚣张很装。看一下 ，OK， 队友的话传过去又把李青给射掉，那总体来说还可以接受。我们这波中路可以小看一下，怎么说？保着。练筋，先把中线给吃了 ，W 练一下，不着急，往这里开，护盾，不给他砍的话，他应该是杀不掉我们家瑞兹。我给他砍了2下，这一波应该跟他拉扯一下身位的。他砍了我1刀暴击，然后减少了1技能的冷却时间，过来把我们家中单一个旋风斩给他收掉了。如果说不给他砍，他就没有这个时间。不着急，这一波身上留2层被动，练住，这是一个强化点，只能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。如果说你往右的话，就没后续，眼睛先做上，去拦对面辅助的位置，不着急 ，Q 一下 ，A 一下，拦他。队友2个人肯定是随便越塔，所以说这一波你不用再去管这个卡莎了，你防止这个米利欧啊，等下过来给他一个大招血掉。所以说这一波我们就去拦米利欧，加速给。我能在6分钟这个点啊，把香炉做出来，这一把已经没有输的道理了。如果说这把游戏输了啊，直播间给大家发2000等币福袋，我还不需要大家帮橙子点赞，因为我不想坑大家的赞。现在我们就有护盾一直交，给自己起加速的一个效果，踢过去，这盲僧的节奏找得不错。这一波对面的盲僧可能准备动这个峡谷先锋了哈，不着急，强化加速，治疗开一下。来拦一下，他们动小龙了，这波过不去。瑞兹等下可以去下路，但他去下路的话会有点着，我们这波得来下路保一下他。但是盲僧走了，我们这边的一个视野啊，注意到对手的盲僧已经开溜了，所以说你这一波不用去下路，他一个人就可以守对面的2个人，但是一个人守不了3个人，你要防止这个盲僧等下去下路蹲，把中塔拆了，
因为中塔是十分关键的一个资源点。想发福袋直接发，真的输不了，没有输的道理。我这个英雄选出来，给答案也是一样的，强化加速，大招给一下，但是没后续，开6。下一件装备我们做合音，大招你有你这种点啊，你就可以教你不管杀不杀死，因为大招 CD 很快 ，CD 非常的快，38秒，40多秒钟一个。往这里小赶一下，他们并不要这个蓝 buff。下一件装备的话，合音，但是提前得先把灭杀做出来，因为等下灭杀可以挡掉这个盲僧的一个大招。现在多少星了？我这个号的话，现在是100几颗星，有盾就交。因为你这样一直给 AD 套盾的话，他的起节奏能力非常强，他从中路赶到上路的一个速度非常的快。W 练一下，护盾给上。走，他这个盾是很变态的，盾的话 CD 很快，然后加速，不着急，看一下对面要不要上。CD 很快，然后他的盾啊，你强化护盾的可以给2个人提供这种护盾，并且呢，这个护盾可以抵挡伤害，并且它提供的移动速度也很快。所以说就造就了现在目前版本最适合大家排位去上分的一个英雄啊！这个英雄很多同学看了我玩之后啊，冲到了什么国服卡玛，因为真的单排没有比他更厉害的英雄了。单排辅助里面啊，有一些绝活派克或者是绝活巴德，派克吧，巴德其实还好。有一些绝活派克，他可能会就是说他的节奏比较紧凑啊，对线能力比较强，然后可能会就是说，打那种大优势对局的。比较厉害，因为他这种英雄节奏能力确实比卡尔玛要强，但卡尔玛前期、中期、后期都强，是最适合大家单排去上分的英雄。不着急，眼睛先坐上，这边我们去拆对面上路塔。蛮王一个人在下半区，他们中路漏了3个人，先把这个位给占住。什么符文？是这个符文大家不要学。你看我从这个地方到中路，我的加速效果还一直持续，能持续很久，而且这个盾的 CD 啊，哇，3.7秒钟一个，你有你就交，而且它可以不断的让你 AD 身上触发香炉，这种是很厉害的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不就是直接一个大招封他路，让他过不来，顺便帮忙扛塔闪现拉开，因为人来了，E技能再加速走，面杀帮忙挡技能，挡掉他一脚踢没挡掉没关系，E技能护盾啊，我们先挂给瑞文，让瑞文跑快一点，然后可以支援到正面战场 ，Q 利用来续我们的被动，然后再给队友挂盾。这一波说实话打了一波人多打人少，大家都练住，再来一个强化护盾给队友2个人，他们跑速非常的快，拉扯，对不对？再往前追击，护盾挂上3段 Q 闪过去，怎么说？有没有？没关系，再来一个护盾，对不对？你有盾你就一直给，你不是说就给 AD 的，你给打野也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以让他们变得非常的灵活。好，不着急，这个时候可以先溜。蓝都快打空了，但正常来说的话，他其实不缺蓝。对，因为他一技能护盾蓝量消耗比较低，但是我们在打这种团战打的时间比较久啊，我们会多放几个 Q 技能来续自己的被动。因为你的普通护盾没有强化护盾那么强，强化护盾的话，它的一个爆发性的加速，包括它的一个护盾量，都会比普通护盾要强很多。所以说我们在打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架的时候啊，你在打架的时候你就需要放 Q， 但是你像你现在跟 AD 在发育、在起节奏、再去吃野怪，这种时候你放普通盾就行了，不用说放 Q 来续这个强化护盾。但是当然有强化护盾你不能留着，你也得直接交，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时候从这里转到这边，从 F6 转到中路2塔附近只需要3秒钟，而且我跟我的 AD 啊，我们的配合很不错。我在选出卡尔玛加卢锡安这种组合，这种强势的组合的时候啊，我们往往能做到分天机能有个1300、1200，但是其他英雄没有，因为其他英雄没有加速效果，并且其他英雄的话。他哪怕有加速，他的加速时间啊也没有那么长。给队友加速，这一波拉不到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波就要放强化护盾，练住，护盾给上，晕住，但是不着急，强化护盾给上，不要上，我还有治疗术，不着急，治疗先奶一口，护盾。就是你像对面上路在动这波手啊，我的队友还是他第一时间没在附近的。如果说他第一时间在附近，我给他加速，我们跑得很快，他们没有机会可以起，没有节奏可以起。这个英雄节奏能力非常的强，
其实护盾都不关键，它最关键的就是它这个加速效果。你像露露的加速效果还没有它这么变态。不着急，我们这波来去转下路的2塔。他这个盾快，再来看一下他的经济能力。现在是11分钟，现在分均经济是1万。我们这波可以去拆下路2塔，他们知道我们的位置，所以说他们会打架。大招，往后走，护盾加速，跑也跑不掉，再杀对面的蛮王。但其实这一边应该顶一下塔的 ，AD 顶一下塔，这个塔我们就能拆掉。护盾再水一下，水不动了。队友那边打的也不错，因为队友也是3v3，没有给到队友什么压力。而且他这个护盾不单单是说你在平时的时候啊，你去洗节奏厉害，你包括你打团战，你有移动速度的加成，你拉扯能力会比较强，对不对？你就更别提它还有一个盾的量，你可以挡掉对手的一些伤害。但是这个版本对手出那种就是破盾这件装备啊，大家出的会比较多，所以说啊，你的盾其实没有那么的厚，因为会被破盾给破掉。主要的还是它的一个加速效果。如果说卡尔玛这个护盾 CD， 它有个5秒6秒它都不厉害，但恰恰就是它这个护盾的 CD 啊，它只有3点几秒钟。想一下下一件装备出什么？冰心可以做，但其实现在出啥都一样了。我们在出抗性装备的时候啊，还是优先选择一些带 CD 的一些抗性装备，因为这样的装备可以让你的护盾 CD 进一步的减少。现在只有3.3秒了，那就你真的这种太变态了，来一波2v5不解释了，闪现过去直接毒死，伤害太高了，而且我是出香炉的，还可以加攻击速度，但这个香炉它是不断。先走，你说这盲僧能开得到我们吗？他不可能开得到，因为这个护盾的加速效果太强了，拉扯能力太强了，而且卢锡安啊，它是有位移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我跟你说，现在他就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开启金克斯被动金克斯杀了一个人之后的那种跑速，并且他是一个卢锡安，你可想而知有多夸张。而且他不是说他对线很弱，他对线很强，对线打到对面喘不过来气，还不了手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肯定是我这种天赋带的有一些原因啊。但你平常那种天赋的话，你也是可以做到，你打什么英雄你都可以打好。比如说展示龙出了这一波，对不对？我们家 AD 不在，我跟其他队友给盾，继续操作，治疗开一手先，来，游戏结束，点一下再见。那兄弟们，打得不错，喜欢神的话可以给神点关注。每天晚上11点10分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直播。你办我瑞尔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瑞尔没有卡尔玛强。在排位对局当中来说，你包括职业比赛上面来说，它也没有卡尔玛强。大家可以学习一手啊，等一下给大家拟定一下这个卡尔玛的一个天赋。我们进游戏的话，给大家拟定。这一把也是拿下一个 S 级别的评分，非常不错。面纱给晚了，是的，因为我打的没有那么认真啊，对不对？容许我有一些操作上面的失误，来抽一手奖，对不对？现在是609。我现在我要兑换4个这种表情的话，就需要34416 1800 ，OK。开！我要限定，有一个限定，但这个限定说实话有点捞。这一波看下来啊，说实话有点亏，没有那么的好。我不喊了，我先垫一手试试，我不喊了。好，但这一手垫的是一个限定啊。先来一手捞仔皮肤，这个皮肤够捞仔。那接下来来一手失恋，给我开！还不如不喊呢。哎呀，真的垃圾啊！哈哈。连个等级都没有，哇！3星不喊有用，是那个这个策划呀，在我直播间，我只要喊他就不给我出货。我现在不说话，我不说话他就给我出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来了一个等级，这波说实话并不亏。哟，游戏进了，可以先打游戏再说啊。
将区域内的敌方英雄拉向自身，期间持续牵引他们，把左翼线给他办掉。这就没意思了。我喊一次不喊两次。伏笔啊，要吃东西了。那没办法呀，游戏进了。你说作为一个技术主播，怎么能天天去开这种箱子？只是说这3个活动啊，他们出在一块儿去了。看对面会不会选瑞尔吧？对面选瑞尔，其实我也想试一下这个英雄在对手的强度会如何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出一手莫甘娜康德他出不出？没被禁啊，巴德这把被禁了。有瑞尔，咱们还先玩瑞尔。么么哒，蹭么么哒。再亮一手我们的表情，炫富。嘿嘿嘿，哪个最有嘲讽意味啊？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最可爱的这个猫，但是也很嘲讽。这个有点贱，这个就有点一般。黑色的猫也一般，这中间这2个不是特别喜欢。妈的，说实话，这个是最贱的，这个，这个是真的贱。对面这一把下路组合并不好，娜美的话其实跟 EZ 能配，但是不是特别厉害。第一个最欠，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这个嘛，这个还好，这个是最可爱的。刚刚那个都没这个可爱。这一把对面选梦魇，选这种冲阵的话，我玩瑞尔其实还行，我觉得挺好打的。我在想瑞尔能不能当相位，想了一下，其实不行，冰川会比较稳定，余震也可以带，余震会更肉一点。然后这个英雄的话，他打对线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，这一把是 EZ 加娜美，我带余震稍微多扛点伤害试一下，因为他的控制是比较稳定的，有余震会更肉一些。你带冰川无非就是为了打线优，但是你又怎么说呢？这个英雄他打对线优势其实很难，他对线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。大嘴也出了吗？没出，感谢 KKK， 谢谢 KKK 送出来的大墨镜，谢谢。不如冰川，我试一下吧，虽然说对面是软辅，但我们在探索这个英雄。我看一下余震跟冰川哪个更好一些。余震是比较能稳定触发的，冰川也能稳定触发，但冰川是用来打对线的。圣物之盾还是上古钱币？先出圣物之盾吧，这把对线是稍微有点压力的。哇，这是酸地的，这个表情包值得拥有啊。对线开始，但不要着急上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跟娜美对位。刚刚第一波其实有点小失误，让 AD 吃了娜美的一个 AJW， 这不是特别好。A 2个兵，再往后走，不着急，因为 EZ 这个英雄肯定是有线权的。看一下他被动能不能续上，只要不让他被动续上就行。没 Q 到我了，有点可惜。被动续上那还是打不了，他会 Q 下一个小兵，然后续被动。没 Q 到我，那有点呆瓜。他这一波一定是 Q 兵的，不是 Q 人。Q 人的话可以把他被动给续到满层。走，挡住娜美的一个动向。我带附入之风的话，其实可以跟他顶一顶。往后走，你把普通攻击收了2个小兵，因为 EZ 有约束跳迁，所以说你前面还是很难对他动手的，不好动手。丁草丛，不着急。血量消耗的话，可以利用附属之风回复上来。Q 的范围还是挺远的，等下可以找机会 Q 他，然后 W 走套到。对面会先升3级，长手打短手是这样的。他死了，我有加攻速。这一波躲的挺好的，加速过去锤他，闪现拉开锤。再见。下路再打架，这波可以支援一下。
我可以到啊，兄弟们。Q， 很帅，说实话，太帅了，太猴塞雷了，兄弟。你打断我回城，回家，再推一波吧，我觉得我们这波线可以再吃一波。我这波去上路太亏了。好，杀掉了，还行。我还有助攻，我得回上路稍微帮一下他了。他先看一下会不会有压力，但我这一波状态并不好，我可能吃到对面打野的压力。哎呀，晕住了！但是没后续了，这波中路摊了一波，还是有点可惜。Q 过去还行，他杀了一个，还可以。总体来说你中路确实做到事情了，但是你没有第一时间为上路被打断了，还是亏，不是很赚。对于 AD 来说是亏，对于中单来说是赚，可以接受。技能挺强势，但是前期 CD 有点长，他的前腰也长，这种技能你放的话要放的好一点才行，能 Q 过去。但是那边双主应该马上要复活了，先撤退信号打一下，没后续了哈，稳一点，把线给推过去。那我觉得余震还是厉害，你像刚刚这一波的话，我余震顶了很久，没有余震第一时间就会被秒杀。对线的时候可以 Q 起手，扛塔扛到极限再拉开，他能溜吗？有点可惜，被减速到了。哎，不是啊，兄弟，他不是那个吗？你追我，你追到我就给你嘿嘿嘿。我把他顶过来，我上一次失误的时候啊，我把他顶过来，我是 Q 往前面戳的，结果没戳到。这一波顶过来，我是 Q 往后戳，我跟他移形换位，但是怎么他的身位在前面，这很怪啊。哇，这不对吧，兄弟？我把他顶过来，我 Q 往身后戳。我知道了，兄弟们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冰川征服。因为我在把它戳回来的之后，没有冰川征服的一个减速效果，所以说它能够往前面走。晕住，开下技能就算了，闪换闪的话还行。我大招应该能在下一波小龙团之前就能赚好，这一波不着急。强行越的话不好，因为冰川减速那一波的话是因为我把它挑到身后，然后有冰川减速它回不去。这一波的话，就是因为没有冰川减速，然后我带了这个余震，所以说他就能回去，不着急。是这样。晕没晕到，一技能加速，先往后走，不着急。已经开始慢慢熟练了啊，兄弟们，大家应该在这附近。走，回一波加，梦魇也在这附近，我可以再看他。哎，不是这个，哇，拖到原地去了，兄弟，大招先把他吸过来。破盾再溜，往他身后走，不要被他拉过去，不吃这个技能，我得回一波加了。哇，他这个 W 突墙被墙打断了，EZ 会大招过来看一下有没有，没有，那就先回。等一下板甲的钱，这一波已经拉满了，先躲掉对面万豪的一个蓄意轰拳，然后我们再开一个 Q 技能把他盾给破掉。主 W 负1。你说实话，你熟练度真的上来了，这个英雄真的猴塞雷啊，兄弟！走了，看一下下路他们会不会继续进攻，不进攻我们就回上路去。我知道可以穿墙，但是他同样会被这种墙打断，你看到没？他过不去，他会被这墙打断，千万不要当呆瓜，兄弟们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这一波在后面。晕住了，还没
没发现后面有个人是吗？挡住，先锤塔，再往前面拱他，再吃兵，走。这波中路可以有一波机会。这一波我是可以跳墙过去，但是被发现了。诶，哦，我是可以来一个上马，有一个爆发性的加速。不是减抗加晕吗？有减抗的这种东西吗？哦，他这个技能还改了，就这技能介绍还改的让大家更容易看得清楚了。刚刚是文字介绍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没有那种减抗性、减那种抗性的这么一说。站这个位置不着急，盯住，点挂上，扛塔扛到极致，让狗熊出去，我们再溜。再上马，哇，好塞雷啊，这儿！但是一定要有熟练度才能玩好。你像我前面玩的就有点呆瓜。总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带余震，因为现在应付它有一个弊端就是扛不住，但瑞尔这个英雄的控制太稳定了，所以说他能稳定触发余震就能扛住。但泰坦不带那个是因为泰坦不带余震，是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对线那种软辅，他需要带冰川。先把下塔给锤了，走了。好，不要上。他打野还有技能，这波他打野会飞上半区，我们得过来支援一下。AD 要死了，在这里。吸过来，锤他，锤他，一针加速，弄他，霍顿，锤死。都不想吃他这个满层的蓄意红拳，但他刚刚第一时间应该是没 CD 的。然后我的 Q 要留着，等他交技能的时候，我们再那个，等他交蓄意红拳，我们再 Q 破盾，杀的会快一点，回一波加。先把推推棒做出来，有推推棒会更灵活一些。我已经会玩了，哇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我在瑞尔没上线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个英雄一定是我抖音上面一定是我玩的最好。果然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英雄它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想玩好它非常的难，所以说我非常的有自信。盯住，点挂上，看一下梦魇也在后面，锤，再往身前走，没后续，盯住，再走，想杀我。哎呦，还是死了。不是刚刚谁在我直播间叫啊？谁叫了一声啊？什么声音啊？给我吓了一跳，不然我都死不了啊！哪个傻瓜黑到我直播间去了？叫了一声，给我吓坏了，紧张了。那梦魇竟然没死啊！这移动速度就夸张，是那个板甲，有板甲的话会好用一些。我觉得是要做板甲，不做板甲这英雄会呆瓜，他需要移动速度来拉扯。假装走，回首望月，我又回来了。晕住，加速，往他身前走，还有加速，再走。吸住，晕眩，万豪来了，别帮我，我跑不了啦！哎呀，玩的有点太装了，等一下千万不要装逼了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这波龙不好动，你们可以看情况埋伏一下人。他们什么技能都没交的，我这一波白死了，兄弟们，好消耗啊！等我复活，他们游戏就结束了。他们会强行抓这条大龙，好没抓在慢性死亡。等我复活啊，兄弟们，我呆瓜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能吸住是肯定能一直吸住的。不知道
着急，难道不想动一波手 ？OK， 瞬间秒掉。我们可以去动大龙了，就直接做。一般来说，应付是直接做狂徒的，但是这个英雄直接做狂徒并不好。哎，发条你想干嘛？吸住。万豪也想过来抢龙，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万豪。虚空居然没轰死，他死了。来中路，这一波可以站在这个位置。先去拆塔吧，这塔肯定是能拆掉。下马形态的话，我们拆这个塔有攻速加成，拆快一点。他前面，你 W 推到人，你可以利用这个下马形态。走，他没 E。你有本事你把我杀，回一波加，把狂徒做出来。狂徒铠甲，下一件装备得稍微来点魔抗。对面中路发条1-6，魔抗其实也不用来了，但是出永生花还是好的。出永生花可以让自己更肉一点，可以增加双抗。你可以看见永生花这件装备虽然说很贵，我平时提倡大家玩辅助出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装备，比如说自然之力，但是因为我的辅助吃钱能力比较强，所以说我会出这种装备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进草丛，这一波我们是少人的，所以说不着急上。卢仙，把对面打野秒掉了，打野现在经济并不高，只有9000块，先把中路线给吃了。准备后续，但队友选择先分推，那这一波其实并不好开。先把线给锤了。那万豪一个人顶在前面，对于我来说威胁有点大。先扑过去。Q 晕住大招，吸住闪现先拉开，E 技能，不要急扛塔 ，W 加速再溜，点住 A 住 A Q 后盾再见。因为我是有一个上马形态的那个技能的，所以说我的 W 可以一直按着。先往这里走，不着急。Q 破盾，先晕住也行，没破到盾他会死，点挂上 A 加速，挑过来，挑回来。预判 Q 没中没关系，游戏结束。推棒加海闪是会比那个就是它的距离非常长，所以说海闪也是要带的。3-4-17，成功拿下这一把游戏的胜利。这一把打得不错，喜欢陈的话可以给陈点点关注哈。每天晚上11点10分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服务教育直播。你说上路这一波我不能进场去开，就是阿神，大家确实会觉得有点帅，但是这一波你这样子去开，你一定会死，你队友跟不上输出。我们想玩好应付，就一定要时刻保护好自己。你可以去开，可以去打，但是你不能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这一波进去就是给对面双主压力，让他们没有办法来处理我们家兵线，只能先处理我。这一把虽然说队友玩的都很厉害啊，但是你别提了，我跟你说，瑞尔很容易拿评分的，值得去练，但是需要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才能，因为它的机制比较夸张。我这装备出的不咋地，确实，装备的话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，我的理解就是这样，我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出板甲会厉害，出板甲会灵活。当然大家有自己的理解肯定也没有问题的，每个人的装备其实都没有固定，如果说想学的话确实可以学我这个，没关系。OK， 咱们抽一下奖哈。哦，在这里战利品里面。你还真别说啊，我跟你说，那个26块钱抽一次的那个东西啊，它很划算，268就可以给你出10个皮肤，还有机会出限定。OK， 你看这个运气嘛，就不解释了。先来2手，先来一个加两个等级的，最稳定的连招方式，我觉得就是大闪过去，然后留一个 W 踩。因为你大闪过去之后呢，别人他可能会交闪现啊，也有可能会交自己的位移手段，比如说卢仙的 E， 比如说 EZ 的月数跳签。那这个时候你再留，你还有一个 W， 对不对？或者留一个那种普通 W， 你可以追上去给他顶回来，或者再踩过去，可以利用你大招的持续时间继续的控住他，让你其他的小技能更容易中。就你大招把别人吸中的时候，你的 QW 是更容易中的。
先预选一手瑞尔啊。哎，哦，这里，我们这把是首选。Q 闪反应不过来吗 ？Q 闪很难反应得过来。Q 闪反应不过来，你就反应不过来吧。这种 Q 闪是没办法反应过来的。瑞尔现在一直没有被 ban 啊，因为这个英雄我相信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打游戏的很多高手啊，他并不觉得这个英雄很厉害，但确实跟我想的一样，因为现在还是射手的版本。但是我是为了说把这个英雄稍微练一下，我在练熟练度，把这个英雄练得很厉害。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对面出一些特定的那种应付，咱们出这个英雄好应对一些。下马的 W 比较强，下马 W 是挑飞，但是下马 W 不容易中。你下马 W， 你没有像那个没有那种爆发性的加速， E 技能有推棒，有海闪，其实还可以。确实下马的 W， 它其实2个 W 都不容易中，在你装备没做出来之前，比如说你的推棒，比如说你的反甲，你没有移速，你上马也没有说特别爆发性的那种移速加成。蛇有瑞尔吗？有，我可以在端游玩一下，我端游很菜，我不想玩端游，其实玩手游就够了，因为这种英雄的机制并不难，我已经掌握了这个英雄，只是说大家没有看到一波很帅的画面，但确实不会有这种很帅的画面，因为打的都是高手对局，他不可能说你做到一个大招拉5个人，然后怎么样的，你的开团永远是在你的队友能跟上你的情况下，能补到输出的情况下你再开，不然你开5个没有用。瑞尔是男的女的？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现在就给你看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仔细看看，你能问出来这种问题，我也是服。乌鸦能打瑞尔吗？什么英雄都能打，只是说看对线的操作。青之刚没必要玩瑞尔去出青之刚。我其实玩应付我都不出这件装备的。他有更多适合他的装备，你比如说板甲、狂徒、永生花这3件你肯定是必做的。霞对面是卡莎露露带是点燃，那我们先带射步之盾。因为如果说露露带治疗的话，我就会选择上古前面，因为它对线给的压制力不会那么强，它带点燃对线就有压制力。千万不要想着一级有的时候你先下马，先用一个 W， 然后再把别人挑过来。跟莎米拉可以，但跟霞不行。波比的 W 能给瑞尔挡住吗？可以的。我要把诺克萨斯拧成2段。穿针抵抗，走一下 Q 到我了，但你不能着急上，因为你上的话露露会点 AD， 然后我只能被点。有护盾，但这一波就有点伤，因为这一波 W 并没有踩中，有点可惜。等下一波，因为我马上要升2级了，所以说我得交一个 W。2级是我们动手的时机，先抢线。辛苦的人生。这也是上马，他没有给我一个很不错的机会，但是我的复数之风啊，容错是很高。他也知道瑞尔2级有点强，让 AD 先去吃果子。什么局？至尊局啊？信任是最要瑞尔还不错，其实联盟手游里面的应付都没有那么柔，端游也是。回针法，势头正好。先把兵吃了，升3级，加速一下。我们这一波是率先到3级，这一波就是他以为我会 W， 但我先 Q， 因为 W 确实不好中，他左扭右扭或者往后走都能扭得掉。小心！你看这种一技能爆发，你就没有办法说去。他应该是要死 ，W 过来，再 Q 出晕一技能加速。哟，我伤害有点猴高。这个塔的话应该稍微等一下我们再去越就能越掉了，有点可惜。他会 Q 闪过来，看一下 WQ 往后面走还行。总体来说打这种软辅还是没有那么好打哈。再往下路赶。再给个加速，
想的画面是很好，你 E 技能，然后你在这种形态，然后你 E 技能加速 W 把它挑飞，但其实你挑不过去，没有那种爆发性那么爆发的移速，所以说我要出那个板甲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一波对面的 I 可能要来了，先不着急。黑色玫瑰想要我他是双 buff， 他也在附近，这波不能动手。穿针，这叫御铁术，操纵金属的活。得要认真一点是吧？要把对面下路是高手。这身盔甲将世界不置在外。我们打野在反对面打野野怪，我们打野是高手。正好。那对面南刀锋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回去了。正好。给他压力就行。我们回家得补一双铁板靴，等下会更肉一点。但下波线可以快推，再推一波再走。身躯太过脆弱，只有钢铁最好。随风身，开掌上身。他南刀锋应该也要进攻我们家芒斯内野区，但我这一波得回家，得获得一个回城的轮次，因为我铁板靴要做出来。总体来说的话，我们经济其实差的并不是特别多，只是说前面我会有一点小失误。OK， 他走了。相比人类，炼金也在，但我也可以破例。我可以靠一下，但对面走了就不靠了，先把下路兵线给吃了。炼金这波可能会来。如果要我相信别人，穿针那就要披上更厚的铠甲。他走了。技能空一个就稍微有点伤。芒斯没打着动不了手啊，这一波我没什么状态。再见，你很嚣张。他没有看到我们打野的位置，这波可以吃塔皮。大家小心南刀锋。下马形态的攻击速度比较快，可以多吹2下。走了，回家。但是 AD 差钱，他要再吃一波，这波我就不点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总体来说，他前面对线还是有点弱，但是你不能说玩的特别装或者特别急什么的。你像刚刚其实有一波就比较着急，还是得稳，你对线其实很难杀人。所以我就这样。W 吸住接大招，我这波得回下路去保他了。AD 那个位置，说实话会不是特别好受。不过通常我只是在战斗而已。可以交闪，可以接受。但是这个 W 你控人的持续时间没有那么久，眼睛先做上，不要着急上。他们是4个人，1、2、3、4，中路是加里奥，加里奥还没过来，不着急，不好动。吸住 ，Q 晕还想拉开，这一波开团开的不错，但是没后续了。走，因为 AD 还在发育，这一波这个位置就很好，他没发现我的位置，但我们双资源可能要掉了，就因为 AD 贪心，你说实话，这种其实没什么办法。正常来说，这波架随便打，先把兵给锤一锤，不着急，这波还可以看。他惩掉了就不上了，我这边也没办法过去帮助到他，可以看一下怎么说。我得回家把板甲做出来了。这英雄太强了，没有那么强，只不过是说我卡了一波极限的位置，他卡莎没发现到我，所以说我开到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正儿八经你去玩一下，你就清楚了。
下下路也死了，我们玩的没有协调性了。晕住！并肩作战。没晕住，跑太快了。这一波控的还不错，等下还得出个冰心，但狂徒肯定还要做。他们说这叫御铁术，操纵金属。能不能出香炉啊？你说我一技能给 AD 挂上这个 E 的话，它有没有香炉的效果？会不会有啊？有没有同学去训练营里面给我试一下的？但是正儿八经来说，出香炉好像也没什么大用啊，因为这一技能 CD 还稍微有点长了。行，我承认你帮了我。有吗？一技能是加移动速度的一个效果啊。迷失的人而战。不过通常我只是在战斗。先不着急。坠尔必出的装备是香炉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我是呆瓜还是你是呆瓜？你看我理你吗？坠尔必出香炉，你看我搭理你吗？嗯。这一波绕一下，给对面一个我去下路的一个假视野啊，因为我现在出反甲，我的移动速度比较快，所以说我可以来上半区，找一下节奏。上路是谁？上路是一个炼金，炼金也有水银，他们水银做的有点多。这波中塔可以拆，把兵线拉过来。给我坐下，刀枪不入，不屑。守的有点快。我要把诺克萨斯拧成两段。上路准备对炼金动手，可以过来。交水银，他炼金没水银，下一波可以开大二控他。上路现在吃一波，赶一下，追击我们家打野，但这位置还有一个人啊。并肩作战。等下可以找机会开对面炼金。下路。哟，你简直不把我坠尔大王放眼里啊！我操！你隐身归你隐身，你隐身又不是无敌，又不是免控，你敢不出水银？这一波就弄你，完成一波极限单杀。我还是余震有伤害的，虽然说我没出伤害装，但是我的装备是有伤害的。你比如说我的板甲，你比如说我的，余震，我的天赋也有。可以 W 闪现是吧？但是我不能做这种冒犯性的操作，我暂时还不清楚，所以说等下还是不要用这种。背我过去，再晕住。OK， 这一波非常极限，帮 AD 稍微小扛一下，但是没有那个小兵了。我们可以找机会直接动大龙，可以吗？他们双主在换经济，眼睛先坐上。他不在，狂徒的话还差一点钱，等下把狂徒做出来再回家。但你只能回了，你说实话，这种钱你不能说再去着急去补，得撤退。这一波我们人回的很多，中路我可以有一波机会开一下。有闪现没开出来。晕住，把我背过去了，扛住！我是推棒接大招，推棒接闪现，闪现一直没按出来，我靠！不然这一波第一时间就耍帅了，因为我技能全在，但第二时间接了个闪现还行，容数还挺高的。
现在看一下能不能把挑飞回来，我有排闪的，孤尾锤不动。并肩作战，寒针眼线。这一波给你晕到了，你怎么说嘛？回手晕，不解释了啊，回家。对于现在这个瑞尔的 Q 技能啊，把控度非常的好，非常的高。下一件装备出冰心，你不用管炼金 AP， 你只用限制住对面的卡莎就行了，因为卡莎飞不起来的话，他的露露也飞不起来，他露露也没用。而且对面中路加里奥，上单是炼金，这两个英雄没什么用，他的 AP 伤害没有那么爆炸。黑色玫瑰使得我变成一件兵器，所以我的技这波位置不是特别好，闪现踢了一脚还行，狗头这个位置不行，别走。可以。预判没预判到，没关系，扛卡。走。正好。我们要开打了。但是他不选择继续进攻了，假让走，如果要我相信别人，踩不到他。那就要披上更厚的铠甲。结束部分，穿针。他们人也要回来了，那我们这边又死了一个，打的有点稍微小浪了。卡莎刚刚这一波还好只有1万块，他经济要高一点的话，我们这一波遭不住，还行。这一波说实话，不应该冲的。我上了一波，但我拉回来，但队友跟着我冲了，狗头跟着我冲了，狗头这一波死的有点伤啊。找到了我们家的战犯，他们说这叫逆闪现，操纵金属的人。我下一波有闪现就有操作了，只要小龙其实都不关键，大龙才是最关键的。冰心马上也做出来，这身盔甲我先去大龙吧。隔绝在外，只要一把长枪与他交手。埋伏一波好位置，这个位置先提前预留一手，他们不知道我的位置，被看见了。诶，好呗，太衰了，太衰了。他就要闪现了，这个闪现来不及再取消释放了哈。帮他打一下龙。被我发现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捅过来，回手 Q， 再见，回家。瑞尔 Q 破一切盾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那种黑盾也可以破，然后包括这种露露的盾，包括面纱也能破。但是面纱说实话，普通技能本来就能破。因为我刚刚那个 W 过去闪现已经按出来了，取消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连招已经放出来了，晚一点就好了。他那个叫闪现过墙，没什么办法。Q 没 Q 到，没事，开到就行。等狂徒回复，因为这一波只要开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一波。就是海闪过去，他这个位置还敢守线的话，说实话有点太嚣张了。高地肯定是要给，但怎么样都要输。我这一波开上去，我有冰心，他伤害其实没有那么爆炸，他们所有伤害打到我身上，我把对面控死了。那兄弟们觉得橙子这一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。每天晚上11点10分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直播，边打边解说社会橙子哥。下一把。那确实有移速能碰到对面会更厉害，是的，因为这个瑞尔的 W 它没有爆发移速，它很难，就是说你在 W 上马有一小段加速，这个加速不够，包括它的 E 技能哦，它没有加速，它的 E 技能也没有，那 W 好像有上马的时候有一点点加速，配合上 E 也不够，你得有板甲。我正儿八经觉得是出板甲厉害，出7个的话会变成呆瓜，
这个英雄你要灵活，你才能开得到人，你不灵活的话，你就会被对面反补回去。5把，5把全是 S，5把有1把 A，2，总体来说玩的还是不错的哈。R 技能是什么 ？R 技能是可以把别人给吸过来，抽奖可以的。商城里面，我们先把这个皮肤给它抽，时空探索里面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它抽的速度有点慢。有进了，应该是出货了，不想让我看到，游戏直接进了。呵呵，5000点券是500元子嘛？5000点券不是500元子。先跟队友换一下楼层，因为我们是先选，所以说我可以先出。这个英雄总体来说，我觉得他没有我的卡尔玛，包括还是那种版本3幻神的辅助厉害。但同样作为一个硬辅来说，他的登场应该是目前，作为硬辅也不是很强。硬辅有泰坦、有山羊这种怪物，对线很厉害，而且能抗压。这个英雄如果说你碰到那种软辅，你对线那种软辅打得厉害，你对线是很难抗得住压力的，很难吃得住压力，吃不到。压力吃满。对线真正的高手选出一手软辅来弄你，寸草不生。选风女，等下我进场把我吹断，哈哈。风女加女警手长的一批，你就抗压抗住就行了，不解释。让他玩沙米拉，但沙米拉这个英雄不具备开瑞游戏的能力，他是包 C 不包赢，厉害是厉害，但是赢游戏很难，这个英雄限制比较多。这皮肤很呆吗？还好吧，这个皮肤还行。大家回头啊，就是等到大家就是时间多的时候，可以去看一下别的主播玩这个剧啊。我相信你看了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啊。我已经是把这个英雄尽我所能的发挥满了，因为其他，你就不说别的吧，其他高手玩肯定也会有失误的地方，真的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有没有今天上过手的同学跟我说一下，你们今天玩这个英雄的战况如何？我在 smoke， 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黑进我的电脑里面了？你听见我，你看到我现在那个摄像头里面内容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国一应该是我不打国一，我不在乎这些东西。上手了巨强，要不然就巨强，要不然就是0杠6被别人锤爆了。2级分化，有没有玩的多的？太呆了，玩不动。对这个英雄，如果说你认真的去玩，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呆瓜英雄。对，非常需要操作，可以出兵传播，不行，no， 不能输。K 博士世界第一辅助，那肯定很厉害。你也夸夸我，你别老是夸别人。这是我橙子硕破的直播间，快夸我。这个长相帅气，先把脸露出来，声音好听啊，游戏也很厉害，全能型主播，而且直播非常有娱乐性，打的又是高端对局，玩的也很开心。穿梭闪不就是 Q 闪吗 ？Q 闪 W 踩过去啊。如果通常就是穿梭是躲掉别人技能，然后闪现过去了。胡塞雷，橙子宇宙第一辅助，都没夸到我心坎里面去，都是阿谀奉承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你就夸吧，你这种夸我的啊，你要是放在古代，你一定是皇帝旁边那个太监，一定是那种很坏的，就是我让你说啥你就说啥，是不是？
而且说的还不是还没到点子上面去，我叫你夸，你夸的对吗？啊，不对，你不能 W 直接主动上去，你要想打好的话，你就 Q 起手，然后 W 摸过去 ，Q 没 Q 到没事 ，W 留着，你 W 踩上去你就回不来，你会被对面消耗血量，你 W 踩上去会被维恩点，让那风女点无所谓，因为我带附入之风可以回复，进草丛卡位置。萨斯拧成两段。我是橙子的颜粉，这个说到我心坎里啊。等我以后成为万人大主播，先给你一个管理员，先封你为三品元老啊，那个开国功臣啊，不着急。相比人类，它更你规矩。但我也可以说到还是有点呆瓜，你没有进攻手段的，你不能进攻。W 可以，但 W 绝对踩不中人。并肩作战。Q 戳住，但这一波要回拉。这 W 回手望月，你看，你 W 踩过去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画面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波得踩，因为 AD 要补输出。所以我就这样。先把这个眼睛给抬了。好，我们要。风女带的是一个治疗术。这塞纳玩的可以，跟塞纳那个皮肤有点像。塞纳有一个也是骑马的皮肤。这波推完线准备溜了，对面打野没漏。回家，上马还有一声驾，上路剑姬打泰坦，我们这个阵容会比对面更厉害一点，我是这样觉得，因为剑姬后面单带他们没有人能处理。只有一杆长枪与他交手。长得帅里，声音最好听的，声音最好，声音好听里，辅助打的最好的，辅助打的最好里，又长得帅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他们说这叫玉体系，我很满意。操纵金属。你这话说的。回手踩到，先 A 一下，但是不着急上，余震触发，能顶很久。大闪过来，吸住点燃挂上锤接一。你很嚣张嘛？等到点燃消失，我们可以越塔杀他，他没闪现，但有盾。Q 他也有闪现，我这一波只能扛死了，没后续了。等 AD 先 A 死一个，还能再 A 死一个，因为对面中野刚刚不在我们这附近 ，A 一下，升5级了，赶紧走吧，卢仙。哎呀，你真的是个麻瓜！但对面中单好像来了，确实这一波，跟他换也行，有点可惜。我这一波越塔的话，他交闪现溜开了，没办法实现那种强制的控制。你像泰坦的控制链是很足的，但这个英雄的控制链可以被对手闪现给他拉开。冲过来锤，来闪溜开。一技能是可以让你的 Q 技能跟普通攻击有一个范围性的伤害，可以利用1Q 来破盾。他双主回来了，现在很生气。拉扯，给他一个压力的位置，但是我并不上。眼睛先做上，很细节，这尾还滚墙，然后重置普通攻击，控制抵消不了 ，W 没办法跟风女的这个技能形成控制抵消，用 E 技能给他压力，等下可以找机会 W 海闪把他抢回来。我为迷失的人而战，不过通常我只是在战斗而已。不给我任何机会啊！这个人，我言玩的太稳了。信任是最要草丛先站住。没人付得起。Q 不是破盾吗？莫甘娜可以吗？莫甘娜盾可以破。如果要我相信别人，那就要披上更厚的铠甲。这波不用教大招了，
因为马上资源团要刷新了。这波如果说加大焦大可能会有点着，在中路把这波线给吃了就行了。这波如果是加大杀不了就非常亏，杀了也不赚，杀不了就血亏。板甲做出来，无助的战斗，走喽！瑞尔出了吗？出了。现在什么辅助好上分？时光老头、巴德，然后卡尔玛这些是单排好上分的英雄。露露、米利欧、猫咪是双排比较好上分的。这波我们先来下路，不着急，可以看他眼睛坐上，把他位置给逼走就行了。他要去拿蓝 buff， 先把蓝给反了，拉过来，但对面来了个人。先对他动手，把兵线拉过来。这一波把这个兵线纹完之后，我们去先锋，让 AD 自己在下路推塔吃钱。我去先锋的话，我的战斗力很强，虽然说没有打扰，但是我血量是满的。他们没有特别能 C 的点，发条的伤害不够。我也来了。W 是你在开 W 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放技能的 ，W 空中也可以交。想抢，能翻墙翻过去，这一波千万不能乱交技能，让队友慢慢打就行了，卡别人位置。但其实也可以上，但是上的话你会被对面控住。哎呀，不能 W 闪，我真的是被骗麻了。哎呀，他就不能 W 闪的。当然这一波为什么要尝试呢？因为这一波的话是，接下来没什么事情可以发生。因为我们刚拿完资源，接下来就是发育的时候，所以说我想试一下。他还给我亮了个表情，但是你殊不知，你哥知道我是在尝试。往这里走，开个大招吸住 ，Q 晕住，交给盲僧，我这波还能拉开，一技能加速。走。可能有些同学就说了啊，你自己 W 闪现空了，你呆瓜，你还赖我们？你看这样子赖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真的，我刚刚上一把游戏的时候啊，我一直说我想尝试一下，但是那一把打得比较焦灼。然后这一把的话，因为我们刚拿完资源，所以说你接下来闪现是用不到的，会有真空期，所以说这一波我可以用闪现尝试一下，可以 Q 闪接 W 啊，我知道。打文还是没有那么好打，中单是发条，黄图还是要做，黄图做出来出永生花。黑色玫瑰想要我变成一件兵器，所以我就这个。来真的吧，并肩作战。就给他压力，不要让他清线。相比人类，我更愿意和规矩生活，但我也不同意。他在脚下。身上钱还不是很够，我觉得瑞尔我吃钱速度吃的有点慢了。这一波上路前可以去小吃一波，跟盲僧一波节奏。但中路线又过来了，还是得先接中。不断的切换形态，这红可以入，那这波线我就不吃了，我牺牲了100块钱，给他压力位置，我在绕后。你这红要不要吃？你看你这有的时候大家玩不好应付是什么原因？你有的时候你这种站位你不用交技能都行的，把他整给逼退，我跑得飞快，跑酷。你这种站位就让他感到那种非常大的威胁，但是你说我是在吓他们也不是，因为他一旦敢对这个红 buff 动手，我就对他动手了，包括这一波弄他的发条，上路肯定要糟了，我们过去支援一下。好，知道我们身边没人，不上。给他一个压力位置，
就站这里就行了。他们说这叫立体术，操纵金属。给压力，但是我又不冲。好，被风吹断了，真的垃圾。中路线得吃一波，但永远是跟他晃，跟他扯，但是你不能直接上。这一波交推对方还行，不是交闪现就完全可以接受。他一个人在他下半区，那这一波我不能走了。绝不留情。找一下他位置，上路可以再吃一波。现在很生气。怎么不穿出闪风开？那个位置说实话还好没上去，上去的话真要被对面给打着了。让队友先打，南刀锋在下半区，那直接下不来了，找发条位置。你像这种位置绕的真的很舒服，而且你需要有板甲，你没板甲你绕不了，你没板甲你的移动速度太慢了。给他压力，但是我又不争上。就是扯头皮。你像这一波绕就把对面发条给弄得死死的。只有一杆长枪也是交手。回一波加，可以利用这个大龙 buff 的快速回神回去补充一下装备。这下马是不是把人调过来？是把人挑飞过来，不是把人调过来啊。相比人类，我更愿意不规矩的玩，但我也可以凑力。不是，还好没交闪啊！我是想交闪，闪现推断过去，但按错技能了。交闪现过去跟 AD 两个人一起交闪，这不亏了吗？这种就是傻人有傻福，歪打正着，大家就学吧。学不会的，大家不用学啊。不着急上，因为这是一个剑姬。就永远是在跟对面扯，你给对面压力，这个英雄给对面的压力真的很大，你不用动，不用想要去做什么，但是落不行，落的话 W 限制太多了，他的控制手段比较多。我已经摸透了这个英雄的玩法了，我可以说我就是全抖音最厉害的一个瑞尔了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我想闪现推对方穿墙，闪现推对方按错了，先按推对方了。哟，你们很嚣张啊，是不是？给他压力，就站这里就行了，不着急。他们这一波人还是有点多的。晕住3个，再 W 踩一手，好，再推对方拉开，极限开团。我不对你动手，我一直晃，但是一旦让我动手动着了，你游戏结束，你怎么说嘛？帅不帅啊，兄弟们？这一波一个 Q 技能空4个，你知道这个 Q 很慢，它是这样子的。Q 过去，他不是说瞬间，哎，我 Q 过去，你知道这一波 Q 有多难吗？这个角度预判的 ，Q 4个红塞雷啊，太帅了，我已经会玩了啊，仅仅用了4把5把就已经把这个英雄练就的出神入化。继续，大家看我啊，也很着急，哎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冲，在那边跟个傻瓜一样的？但是大家很难理解我这种行为，我这种是给对面压力，你不用冲，你冲上去你是有成本的，你会被对面消耗，会被对面给控住，会被对面打死，有可能，因为我没有水银，但是我就在旁边扯，我利用我的 W 位移，利用我的推对棒，利用我的王者的板甲，利用这些容错就在旁边看，一旦让我逮到一波机会，我不给你反手的空间呢，因为对手啊，就像你机器人勾人，他一直左扭右扭走位一样，在博弈。因为对手被你博弈麻了，他一直在，你前面一直吓我，你这一波肯定也在吓我，你不动手，但是不好意思，这一波我就动手了。你光晃着晃着就晃一堆技能出来，对啊，所以说这才是我要出板甲的原因，这才是我要出板甲的原因。
对不对？但其实如果说你一直站正面，你不去晃，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你也没有好开头的那种画面。所以说我才说这个英雄比较难玩。你想玩到好，玩到很精，玩到很秀，你就需要下很多的成本。包括你像这种在后面绕来绕去，其实很多哪怕高手辅助，他不具备这种职业辅助才有，懂我意思吗？这种晃也是很关键的，但不是说我就在那边装逼在那边戏耍对手，因为我晃我给他压力。你比如说一波红 buff， 他就没有办法过来跟我们争，没有办法过来跟我们抢，对不对？就一直给对面压力，但是你又不上这个位置。如果说对手一旦打架，你就可以上；但对手如果说撤退，你也可以撤退。你不用说你站正面你去开，你站正面你去，他玩的确实挺不错的，但其他下路的话差点意思。OK， 终于进了，但是我们前期强，我们强到点上面去了吗？好像还行。我来吧，这个拖得太久了。我也觉得啊，我们那个阵容其实前面会厉害一点，主要是给他拖到后期了，瑞尔办掉，洛也办掉了。我真的生气了，兄弟，我真的生气了！最后一把不接受耻辱下播。相信你的灵魂。那波调个辅助打龙就好了。我开到对面AD，我感觉开的也不错呀。跟不上去，这把不解释了，搞把软。瑞尔跟这个都选出来，但是我卡尔玛不解释了，这把承诺必须说带队友起飞吧。我感觉我上把压力很大，我上把。因为我进场就死，我没有那种画面。金身也撞了，但是没金身你就是得死，有金身可以操作。不虚啊，国一维恩，国二酸辣粉，不虚的。我也是国服辅助，我是国服，我之前上过国服第100卡尔玛，都是国服，差不多的，没关系。先攻萨拉芬尼，又是他，嘿嘿，这把软辅对决，我要找回场子，我要弄他。他们又排到一块去了，但是这把对面有一个辛基德，这把就我们后期会厉害，我们后期会强一点，但是前中期不能找。不能别太狂，那不狂的能叫年轻人吗？0-8很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我0-8还好，我没有觉得0-8很没面子，我没有觉得没面子，我是觉得，就玩的很奇怪，打的很奇怪。因为我的每一波死啊，就除了后面那一波，其他死都是值得的。可能浪死个差不多2-3波，那我应该战绩不浪死的话，就是0-5、0-6，应该是这样。还有国一炼金，全是国服。但是说实话，打这种半路没必要啊。因为这把不是应付打应付啊，点一下，但不着急上，他手里面还捏技能，A 他，
走位，知道他2段控制，这个控制有点长，但没先攻还好，可以接受。不跟我换血，定草丛。他出的是什么？法强装，他是不是要补一批？因为他们队伍缺一批输出。护盾抵挡伤害。A 一下，再往后拉，打骸骨上面去了。预判一个 Q， 再 A， 这个 Q 预判的不错，炼金可能来了，小心点。净化器还行。A 一下走，就要换一下血。炼金也是一直注重我们双主这边。两边都是往下半区赶的，但我们这一波有线权，我们可以先过去看一下。没后续，他要回家。打一套，小闪现，打个闪现就赚，走。有比加速上去，先杀一个。这一波决策你怎么说嘛？你傻瓜 AD 你还要回城，对不对嘛？让队友2个人吃也行。我看一下上路，我其实也没必要去守，我守不了。你看这种决策真的很关键的。我觉得我上一把也没有说玩的特别差劲，就是玩的有点奇怪。回一波加，那总体来说还是对于阵容的分析不够，我们阵容后期会弱一些。CD 血。来，坤坤，你开麦指挥，给你发挥，你可以打开麦克风，走。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什么情况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以为大家都不认识你吗？都认识你。什么时候开播？香炉，炼金没有在，小心！我认识，这可是职业第一 AD 哦，你竟然不认识他？免护盾就挂，现在不清楚盲僧在什么位置。中路逮了一波，可以先把眼睛给做上。把这波中线给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吃中塔，他可以去下路，加速。去强化护盾。走了，回一波的家。那这波用回吗？看一下他装备，他维恩装备怎么样？维恩也没装备，不用回，打断他回城。走。那我把喇叭关掉，没事，你放心指挥吧，我不听。等一下我偷听。护盾。先锤兵再说，先锤塔。这波就是打断回城，打断很关键。他们回城慢了，我们就可以拆塔。波比也在这附近，还行。没有后续，把线吃了。我把你麦毙了，别社恐了，别社恐了。
等下偷听指挥，我也要听指挥。香炉现在184块钱，总体来说我这把经济发育的非常好，加速，给上。他萨勒芬尼没有大招，这把应该是输不了，因为我们这把后期会比对面厉害一点，小心。等下得出一个水银，小心这个萨勒芬尼等下把我给控住。我们要换。先把位置给摸过来，可以打上加速就可以了。龙他们要不了，位置被我们占住了。这里还有个野怪，回家。他没说话呀。香炉做出来，水银推棒，水银，那出个合音吧。水银推棒，我觉得水银比较好，因为它大闪的话防不住，他如果说要大闪的话，我们顶不住。出的还是法强装，下路逮到了一个瑞兹，小心。这波可以接管一下野区，现在有盾就一直给 AD 开就行了。今晚会玩瑞尔吗？已经会玩了。这把就不是出金身的局，因为这把我不会被对面锤死。哇，兄弟！这他妈也太肉了，这波得撤退了，没后续了。练死一个还行。这他妈什么情况啊？他应该是要死一个大招反手，能多吃几个兵。闪现拉开，哇哟！等到波比来了，我靠，可以啊！水银还是要做，炼金盲僧，我出个水银，等下再做合音之律。不能给他出面纱，出面纱我等一下没有后续。还要把他杀掉了还行，一起走。剑魔现在5800，剑魔这一把经济差的会有点多啊，这种很伤。因为等一下打起来架的话，我们相当于会少一个人。瑞兹经济也不高，这把只能靠 AD 来 C 了。我们现在整体经济没差，对面双主经济很差，中单跟上单经济差一点点。对面中单什么经济？先看一下，也是5600，中单经济是领先，打野经济是7600，打野经济劣势一点。但是打野说实话没办法，上单也没办法。就这种英雄来说啊，就不强势，真正打这种高手对局当中。对面 AD 只有7000块，没有练出有点可惜。
发育到后期超人更难打，但是我这一把是卡尔玛，卡尔玛跟霞的话其实不怕韦恩，没有说有那么难打的画面。稍微省点蓝，我们大龙也还没动，护盾挂一下。可能想去抓大龙。大龙谁能挤位置呢？我得回去吃个果子，蓝量不是很够。我们双主经济是领先的，但建模经济有点太差了，11分钟7000块，我靠！但是也没办法，因为他这个英雄就是，被搞了，他混不住，他这个就是得弄的那种英雄。我们是有一条小龙在，先把眼睛给做上，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个动向。对面应该也有人回家了，但是我这波不能回。他们龙也没摸，过来给 AD 加速，先把这波线给吃了，拖一拖。AD 现在什么经济？有穿甲了，得等到4件套才会比较合适。加速过来，我们可以动龙。好锤！大龙拿下，对面拿小龙，来中路。我们主要下路建模，建模应该会死。我们中路可以稍微种一下，不着急，我还有水银的。不要把合音做出来，让瑞兹发育一下，因为瑞兹前面的话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发力。想一下，下一件装备出冰心，加蓝量减 CD 加护甲，还可以给别人造成冰心的一个减攻速的一个效果，还可以。没伤害扛不住，我们打到后面就有伤害了。瑞兹9600，等瑞兹一个帽子吧。盲僧现在应该在正面还行，在正面没有那么大压力，有2座塔。走。现在还是吹不动这盖伦，出的什么？出的纯护甲装哦，还有一个自然之力。我靠，纯肉装啊！他等下会很能顶，但得看对面有没有实际输出。如果说韦恩肥不起来的话，我们还是好打。或者盲僧踢不死人。14分钟14000，分均经济1000块，对位领先3800。确实，对面韦恩他吃钱会比较慢，他刷钱速度比较慢，而且他没有这种移速加成，吃的没有那么快。回一波。破盾不出吗？破盾不是我该出的东西，是队友该出的。而且对面这一把也没有那么多盾，只有一个萨拉芬尼的盾，而且他出法装的萨拉芬尼还是不用。Q 一下。
这个位置并不是特别好。建模15分钟，现在9600，还行。看一下视野，这一波我没有眼睛。这种时候这种线你就不能再贪。大龙又刷新了，加速给上。有点缺蓝 buff， 但是马上蓝就够了。有加速就一直给。建模有踢吗？建模没踢，他们是多一个 TP。他们比我们多一个 TP 啊，小心点。打起来我们就少人。练死还行。那建模也没放踢，可以。哦，盖伦没放踢，建模一直在拦他。那很不错。没后续，这波盲僧没有后续，加速走，先吃果子，回血。回波加，回补一波。辅助分均都不止600，你没办法。他建模前面被人家搞了，也不是说他菜，他不菜，人家都是很会玩的，没有说他菜这种道理。你包括这一波打断回声就很关键，但建模打盖伦你没办法呀。你被打野搞，打野在帮我们下路。你如果说我们下路做不到事情，那才是菜。我们下路拿了这么多钱，没 C 起来。见，他开 TP 了，这波小心，队友可以先撤，可以先把连宁给点死，可以。能溜吗？我们可以拆中路高地，16分钟，看一下，他是回去了。游戏结束，酣畅淋漓的一把对局啊，好卡吗？但是你说波比前面帮我们下路，我们没做错事情，那我们才是菜。他吃压力，而且包括人家玩这么好，一直没让盖伦有一个 TP 的机会。而且他是被盲僧抓的，因为你一定会有一条路吃压力。你比如说波比在下半区，盲僧就会在上半区，他会吃压力的。而且建模这个英雄本身刷钱速度没那么快，都是高手对你没办法，你包括对面下路你也不好多说，他们很厉害的，但是。英雄上面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我觉得不应该是 AP 萨勒夫尼不厉害，这个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。包括是我们波比帮我们抓了，而且我们自己有一波角色做得很好，都是高手。总体来说，就反正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的成败。比较喜欢打这种质量对局，但是这一把画面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一把我们玩的是这个叫什么？比波，对面下路是米利欧。米利欧的话，他作为一个软辅来说，打波比还是挺好打的，没有那么难打。这把得认真哈。然后打完的话，大家记得提醒一下我，让我去抽那个皮肤。今天晚上12点那个瑞尔他就会上线。每打完一把，提醒我去抽奖。提醒我抽奖之后呢，咱们到了12点刚结束的那一把，提醒我去买瑞尔，因为瑞尔这个英雄上线了。又迟到了，是的。Go go go， 出发！一级学一，因为一级学其他谁都没用，你得学一能贴近别人身边才能打得到别人。昨晚睡着了，抽了吗？昨晚没抽，昨晚不是自己的号。不着急，在这先等一下，看他们会不会往前面压制。这个时候准备上线，走 ，A 他一下，破他骸骨，
我是有长手攻击的，往后拉。带的有复苏之风，有坚定壁垒，有坚韧。那其实我没有那么怕控制，但这一把对面这个阵容其实不适合我这样去带。锤不到，锤，溜。1级还是不是很好动手，等到2级我们可以找机会看一下，因为他毕竟是长手。这个线看一下怎么说，他要控眼睛先做上，点掉。那点掉这个眼睛，你们兵线会推过来，可以接受哈。对于线不是特别好打，因为他毕竟是2个长手类型的英雄。学 W， 因为他有 E 技呢。不着急上。他们会率先升到3级，然后我们等到升3级的那一刻的话，就可以找机会动手。OK， 这2个人玩的有点谨慎呢，你还真别说，非常之谨慎。不给任何机会，没有动手的好时机。锤他一套就溜，捡护盾可以多扛一下。蓝刀锋来了，闪现拉开，4级蓝刀就直接过来了，非常注重我们伤人度哈。果子先吃掉，不着急，消耗他一套还可以接受，有铁板靴之后会好打一些。这个线推完，我们准备走了，开溜。我们打野刷野速度好快啊！做好眼睛，这里有个针眼，给 AD 师 A 一下 ，A 2下回家。打野在附近，这波我觉得其实还有机会去再吃一波线，不着急。看一下，被发现了。锤 A 锤，准备开溜。他们清线速度有点快，打野这个位置我得小看一下他，小帮一下忙。不着急，大招嘟嘟嘟。我靠！说实话，兄弟，这一波在搞什么飞给？他有大招可以回复，没后续了。回首望月，大招。哦，难道不会来了吧？往上面走，他们这波线不知道还要不要吃。我可以先锤一下，可能回去了。回去的话就锤塔。把这个线吃完，开溜啊！哇，非常舒服啊！这一波掏到了一个正在逛淘宝的一个炸弹人，你哈基炸，你小子！哈哈，他肯定会说你这比波不讲武德，竟然回首望月套我！我靠，帅不帅，兄弟们？杀完对面的炸弹人，然后瞬间升5级，把对面这个双人组全部都锤飞。我觉得这一波操作的非常不错，好小心。Q 锤 A 护盾抵挡伤害，我有布甲鞋，其实不是很怕他的输出。等下一套技能，现在没有大招，走，不着急。我有 W 坚定风采，这个肯定还是要教的，把他1技能打出来就行了。他不让我顶的，利用1技能拉开可以接受这种，他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。锤 Q A 嘟顶溜，不着急。蓝刀锋这波可能在我们这附近，先把眼睛给做上，不在 OK， 那可以接受。现在我们双组对线对的还挺舒服的。卡特琳娜要来，这波不着急。锤 Q 大招阵点燃溜，堵住后排，冰川减速开溜。他的中单也来了，上路 TP 过来，那其实这一波可以接受，打了他上路一个 TP， 给下路发起进攻信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波的话，他下路塔是没什么关系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说。不着急。锤不到。锤击飞锤，一锤80，非常舒服，非常潇洒。辅助带动全场节奏，
这一波操作，直播的直播间现在，哇靠！刚开播6分钟，直播间已经涌进来1500名同学了，非常开心。今天我要火了啊，兄弟们！你像现在，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话，其实还是要抗压波比这个英雄，因为你前面没有铁板血，你上去锤人，然后你被他卢锡安打一套，你是遭不住这种伤害的。但是打到你布雅鞋做出来，卢锡安的伤害就没那么高，所以说你可以肆意妄为的顶上去弄他，蓄力一个海闪。Q A 好打断，锤，小心南刀锋这波要来，不着急，挡住，挡枪，再锤一下，再溜。我们打野在这附近，但是还是不着急上，眼睛先做上，看一下，冰川减速，但是对面中单也来了。要过来吗？他不过来，我有 W， 他过来的话他要着，这位可以小卡一下。大招打飞3个人，锤。好啊，他把自己的惩戒拉开了。这一波的话，我们把位置给占住，还可以接受啊。亏倒不是很亏，对面上单也来了，得赶紧撤退。死一个是挺好的，但死2个就不能接受了。一个大招锤飞3个人，但有点可惜，因为这一波的话，看一下啊，龙是我们的就还行。如果说你不锤这个大招，你不上去顶对面的打野的话，他们会第一时间 rush 这条龙，把这条龙给抓完。那我们还是有点亏，这种节奏上面的东西，其实你得上去卖。你必须得上去卖，还不走是吗？挡住，走，2v3，不着急上，先把兵给锤了。有本事你把我杀！我今天我就是要在这里2打3，你怎么说嘛？嘿嘿，回不去，你给我回，那我队友会很舒服啊！现在他们3个人在上路，很难遭得住我们。谁开溜？不着急。打着。就别回，闪现，哟！哇，上路打了半年，他妈的又来一个打野，我真的是服了呀！这么都行，哎呀，来点 homie 嘛，兄弟，他上单在上路挂着挂边呢，他玩的不是上单9筒，他玩的是中单，安琪拉挂边路，我操，很烦啊，给自己皮死了，真的很捞，不着急。但其实这一波总体来说，我们在上路牵制3个人，牵制了2分钟，只要不死的话，其实都可以接受。但主要人就是死了，有点可惜的。而且他们还是没回去，还在打。抢一下下一件装备，先把狂徒做出来。但对面这个炸弹人 poke 伤有点高，他没有爆发伤害，没办法秒掉我。我现在也要补点经济了，因为我刚在上路我死了一波嘛，然后很多钱都没吃到。现在下路来把下路钱给吃掉。我波比的话，清线速度还是挺快的，这种钱的话可以吃。因为猴子死了，他接不到这波线。走，果子，往中路开溜。这波就很呆瓜，这波确实有点呆瓜。不是，主要你没想到，你在上路打了2年半，你等到的是对面的打野。来了，大招没锤到，有点可惜。但猴子大闹天宫这一波开的不错，他交了个闪现，把我大招给躲掉了。再吃一波上路线，他们这种打法，我跟你说，就俗称是什么呢？黑社会式打架方式，你知道吗？跟黑社会一模一样的。黑衣打架就一堆人抱团，我们打架呢还是偏在那种运营的，我们不可能说是一堆人跟你这样打架。这波队友2个人在中路，我其实不用去，这2个人的话没有收割能力，我们来把中路线上路线给他吃了就行了，让队友2个人在中路嚣张。因为如果说我去的话，他们架也不会打起来。看一下 AD。OK， 没后续，现在他也锤不动这9筒，我得多回补点自己的经济。现在6000多块还行，回一波加，然后我们把装备做一下，看一下对面有没有破盾。南刀锋下一件装备应该做破盾，于是乎我选择出一个推棒，增加自己的位移，让自己变得更灵活一些。在没有敌方英雄的时候啊，咱们也可以开一个 E 技能冲到他们脸上去。做法袍吗？不用做。因为炸弹人是那种消耗类型的，他不可能一瞬间把你秒掉，所以说出个狂徒，他耗你血，你等下可以把血量给回复上来，就是这样。这波我们人是多的，加速过来，挡住。这不是扯淡吗？
我瞬间被秒掉了。我靠，这也行啊？那我还是得回一波家，因为准备先下一波的小龙团战，眼睛先做上，然后等下还是得先利用我们的大招把人给锤飞，然后我们再来等打野来动这条小龙。不着急，他们现在9桶还没来，先传过来。我们是少一个打野的，所以说这条龙的话不能直接动，因为对面会有人过来摸，小心。大招锤有，他知道我在这位置，但是我不着急上。先锤一套，这时候可以往里面小挤一挤，不着急，我们打野可以动这条龙，把那边人都打残就行了。你卡几桶，你小子刚刚你很嚣张，是我一壁咚面对面亲到你的大脸上面去，因为壁咚的时候肯定是要亲亲的，对不对？就再接上一个肥皂，再接上一个 Q， 让你受不受得了？我去跟打野动这条龙，然后队友的话可以去拆中路塔。我们需要2个人去打龙，因为1个人打龙的话打的速度太慢了，他会扛龙的减伤 buff。Q， 大招这么远，是的，这个大招蓄力的时间越久的话就会越远。Q， 看一下狂徒还差多少钱？还差个500块，走，下路线可以吃一波。但队友是3个人，3个人一起吃，一起吃的话这个钱会少很多，但还是得回，说实话。因为你需要利用这个大龙 buff 起一波的压制节奏，你不能说在线上继续去打钱，你打够狂徒铠甲的钱，然后你再回家，这样你回家点可能是在大龙还剩1分钟的时候，那你回一波家，你再上线大龙只剩下30-40秒，那你就没办法起到一些压制推进的节奏了。所以说我们得提前回一波家，不能不回。虽然说以前我是喜欢他，但你有大龙的时候还是不能贪，懂我意思吗？不着急，锤一下，这时候小心。猴哥一个人在后面，大招先把他锤飞，看一下能不能拦住他。W， 好，猴哥，快回来！我们这一波其实还少人呢，打野打到对面的打野闪现一枪把他秒掉。看下中塔，中塔是有机会拆，不着急，小心炸弹人的 poke， 炸弹人现在 poke 能力比较强。W， 一技能回拉，他回不去，他只能交闪，因为我 W 坚定风采在他身边，他没有办法用出自己的位移技能，准备一波，看有没有后续。这炸弹人伤害好高。好像没办法凿得住他。A 点燃，我在扛塔，往后面拉扯，推帽先拉开。他身上还有一个点燃，但是不着急上，因为我们准备一波。游戏结束。那兄弟们觉得橙子这一把波比辅助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。每天晚上11点10分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直播。下一把。也是成功的拿下了 A 级评分啊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现在要到了我们的抽奖环节，因为最近啊，这个联盟审核上线的任务很多，还有这个活动很多。我靠，感谢明哥送出来的22个为我闪耀和一个大跑车，谢谢我明哥，谢谢明哥刚开播就来支持我啊。那我来看一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啊？咱们先抽一个这个皮肤，抽10次500点券，先来一手。我觉得我今天运气一定不错，看会出什么。第一发就出了一个皮肤，果然暴风女神。再来一手，头像框自选，这个有什么？头像框，这个头像框好像还不错。再来一手，特惠礼包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没什么卵用。来10发，第一次10连好像是价格只有1半。但是又有一个皮肤，不是兄弟，这真的假的？它是每一发都会出皮肤吗？再来一手，虽然说皮肤不是很好，那看来不是说每一发都出皮肤啊，他只是说他有的时候你运气好，确实会出一些。OK， 游戏进了。抽那个290的，等一下抽。我想先把那个莫甘娜的皮肤给抽出来就行。瑞尔的话还没上线，瑞尔还要再等个差不多20分钟，这把打完就上线了。这把打完，我们去把瑞尔。哟，卤蛋，你是来撞车的吗？卤蛋，怎么又撞车卤蛋了？先把左一给办掉。怎么总是你在我们这边？难道不想让我输了？等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
我这个号有点奇怪啊，我这个号排的都是高手。你一般来说啊，你像我们这边排到职业选手，那对面也会有职业选手。那个杰拉改了吗？还是没改啊？杰拉这个英雄有没有那个种子有没有能变大的？我的牛头按表情怎么敲不了钟？因为你需要有那个姿态才能敲钟，就有一个那个牛头敲钟的姿态，然后你进游戏亮表情才能敲。先不着急选啊，帅哥先出，帅哥先出。瑞尔不是9点半更新，瑞尔12点0点更新，0点会出。上单你可以先出吗？上单你可以先出吗？对面出那个出狗头了。OK， 既然上单不选先出的话，我们来一首加文四世，辅助也不错啊。中单是 AP， 我们这边有兜底。有兜底的话，其实我们选肉是最好的，因为中路的话，他也是一个高手，也是一个职业选手，而且是冠军队的职业选手。然后我们这个阵容，你主要缺的就是一个前排，包括一个进场能开团的一个英雄，那就是加文斯是最好的。这一把对面选了一个滑板鞋，等一下我们得做冰心 ，OK， 直接秒选。我还是喜欢用我这个皮肤。大嘴什么时候出？这个我不清楚，大嘴应该也快了，差不多你在瑞尔出来之后，过个半个月到3周左右吧，因为联盟手游的更新速度是比较快的，我觉得下一次更新就会出了。这个号什么段位？这个号至尊了。有兜底玩蛮王，我怀念你的蛮王了。你看我理你吗？你看我搭理你吗？你看我跟不跟你讲话？就虽然说我们这边，队友的强度也很高啊，但是呢，你排到队友厉害，你对面的对手的实力肯定也不容小觑，他们肯定也是高手，所以说还是不能乱玩。感谢 KKKK， 谢谢小 K 送出来的爱心大墨镜，谢谢啊。他们这把只有一个前排，就是狗头，狗头这一把只要肥不起来的话，我们这把就随便打。除非对面卡特跟蓝刀锋特别肥，那可能不是特别好打。但是我们下路打卡莉斯塔加萨鲁芬尼的话，还是很好打的。真的抽的沙台蚊香，抽的好像叫卡比龙，歪国 smoke。先来一首铁板旋，准备上线。1级的话学1。巴德可以玩，我们看情况可以出，但这个英雄怎么说呢？对线太厉害了，节奏型的英雄，但他没有那么的灵活，也没有那么的秀，所以说我想玩一些比较灵活且秀的英雄，就是加文四世。前2把的话，先热热手感，先插个旗子戳他，他没有带骸骨，可以戳他的话，我可以触发我的法力流系带，给我增加一点蓝量，不着急。再戳他，慢慢利用自己的意境能消耗他的血量就行了。他们现在其实挺痛苦的，因为作为一个前排辅助的话，他前面2个手都比较长，他没有办法压制得到我们，他就会有点痛苦，并且有点坐牢。好，这个电刀电的并不好，那过来卡一下他的位，他一技能帮浪推先推掉，他只能绕一圈回去。但这个时候一技能插他没戳到细节的走位，但我们抢到2级，抢占先机的同时 ，Q 技能马来剑戳他。但是我这个时候并不上，因为我没有 E 技能，没法 EQ 戳他。但是我有 EQ， 我也不戳他，因为2级的加文四是你戳不到，被对面白打就会变成呆瓜。怎么说？他也不敢主动上前来种我们，他不上我就不 A， 又 Q 我可以接受。他不上我就不点，他上我就点他。上来不？上来。想骗我技能，但是我不上当 ，Q 技能继续戳，那他漏一个小兵。你有本事你就一辈子别吃兵。说其实戳他，但是我并不上，眼睛先坐上。现在耗他血的话，这个伤害是挺高的哈。这个时候不要戳了，因为下一个异形能马上好了。马来剑就是旗子戳，怎么说？前面就持续耗他的血量，然后等到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就可以上去弄他。好，中路怎么说？中路被对面打野逮到了一手，国服第3卡莉斯塔还是有点强的哈，有点水平 ，Q 一下。
并不上，他一技能戳他再走，小心对面打野现在在我们这附近，因为给我们发信号了。你看对面果然是高手是吧？逮到了我们中路的一波机会，这一波怎么说？我先喝一口水，看一下 Q 1继续耗打血量，但是并不上，小心 U 在，应该学 W 的，学 E 学错了，但学 E 的话也行，因为我现在伤害还真不低，在 E 技能戳他，伤害很高。虚弱治疗术，这一波我们要做的就是打断对面回神，不让他回家了。我前面耗血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他走很远的地方回家，走。那这一波我们把兵线快推，可以吃大皮，打野直接去逮到对面的打野了。看一下这波我可以去支援，我可以了。怎么说 ？EQ 戳过来，护盾锤，点燃，还有后续吗？闪现过来。中路的话，这波怎么说？他只能往我们家里面去赶，追鸭子，赶鸭子。EQ 过来，在这里，那就不追了。这一波看我们家发条应该有机会杀，一个大招拉死，可以。这一波赶鸭子赶得不错，把对面打野给赶死了。但是1换1总体来说还行吧，还可以接受。因为打到后期的话，对面是没有一个前排存在的，而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肉且灵活的加文四世。声音怎么那么小？兄弟们觉得我声音小吗 ？AD 过来帮他锤一下，帮他补兵，千万不要着急去 EQ 戳这个卡莉斯塔啊，因为你戳不到他。挡住，他吃不着兵，护盾 ，EQ 反向戳，怎么说？大招直接框住，往后面走，但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位移技能拉开，小心海闪先走，往身边走 ，EQ 拉开，不着急，转圈圈再锤一下，没后续了。对面中单来的有点快啊，这卡特琳娜中路放了一波线过来的，有点可惜。但是我们家发条这个时候也在往上路赶，看一下，被对面发现了。先排一个视野，他应该是带了那排眼睛的天赋。那这一波死其实挺伤的，因为我塔下一大波兵线的经验跟经济都没有吃到。这一波的线的话，价值差不多有个300块钱。然后包括你有经验的话，总体来说啊，我这一波亏了500块，我自己亏500，然后对面拿我人头还能多拿个300。但是中路发条可以吃一波线，总体来说我们这一波亏了600块钱。我算了一下，算上经验在内的话。那接下来的话你就不能着急了，你一定要确保对面中单不在，然后你再上去对他动手。其实动手的时机动的是挺好的，但是好像是对面刻意给我这个动手时机，对不对？小心，南刀锋也在这附近。这一把的局势不容乐观啊。OK， 直接找到了中路的一波机会，还行。打到后期我们这边肯定是厉害的，一个杰还有一个那个发条，这两个英雄后面都比较强。这时候我们草里面先站一下，不着急上。好。他在赶鸭子，我先往后走，但是我又不上，溜之，小心，他要先清线，给他定无所谓，护盾抵挡伤害，趁着护盾的持续时间，我们先往这边走 ，EQ 戳过来，先往后拉，小心，护盾，但是并不着急冲 ，WEQ 打他一套，有后续吗？应该能杀掉了，哼哼。我是魅魔啊，卖了一波屁股，你真以为我这一波是想弄你吗？但其实不是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波就是骗你上头。好，先不着急上，护盾抵挡伤害，往这里走 ，EQ 拉开，闪现回石头，哎呦，前有狼后有虎，这边还有一个泰隆，哇，你小子真的假的呀？0-2了，他妈的送了全队一半的人头，很烦，只有3400多块。瑞尔今晚能出吗？这把打完就可以玩了。走一下，关一个，好，没关。对面打野没有大招，我们这波可以动小龙。他们中单也在回家，打野在下半区。我们先把这个上路线给他吃掉。你在动龙之前的话，你是肯定要先把线给清了的。看一下，再吃一波。他中路这个状态没办法跟我们接。护盾抵挡伤害，先溜。这里来了一个萨勒芬涅锤过来 ，OK， 先往后走。来了一个上单，直接一个大招框住，蓄了一个海闪拉开，护盾在 EQ 回拉1顶3，你怎么说？但是我们这一波少人哈，锤往上面走，他打不死我，慢慢拉扯。护盾，海闪 ，EQ 重锤往后拉，因为对面还有一个卡特琳娜，看一下，等我们铁男来才可以打哈，不着急。护盾。往这里走，铁男来了，但他关不到人。这一波就是说对面狗头有一个 TP 领先一个 TP，
那还是有点可惜啊，这条龙被对面拿到了，说实话有点小伤。我们先把上路线给他吃一吃，不着急。因为这一波中单跟 AD 都在下半区靠了，这个线我得清过去。我没什么状态。得先回一波。他卡莉斯塔也在上半区，防图做出来，上路需要有个人去。来峡谷先锋这里，我喊的 EQ 很带感，那当然啊。没抽到，有点可惜，应该是能先杀一个，这波没后续了，得走，得溜。他们人多，我们第一时间掉点一个，拉开，先发育，有点小汉堡，怎么说呢？很奇怪，完蛋，护盾，往下面，哎，我这不是还闪吗？怎么放了个闪现啊？哇靠，兄弟，这在搞什么？但这一波对面4个人推，这个中塔肯定是不好走的，又是劣势对局。但是我说了发育，等到后期我们就有优势。看一下，锤一下，但是不着急上，哎，点燃树，有没有后续？然后给锤下去了，那我没办法留住对面后面的人，还是只能继续拉扯。但我们现在经济并没有差很多，减速一下，不着急。他们这一波想回，所以说我们不能给他回去。这把有点想坐牢了，是的，我们前面没有一波好的机会。想杀我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姐这一波有被虚弱到，有没有后续？有点可惜，先回一波家。但上单这个时候把下塔给磨了一半血量，狗头也在这附近。要回吗？我觉得我多吃点钱好了，身上只有500块钱，这一波回家的话又会浪费我很多的钱，吃不到。我们来中路吃钱，把中路钱给他吃了。乌龟辅助线有没有搞头？没什么搞头。要去逮我们家杰，闪现 ，WEQ 烧死。下路可以小看一下，这波可以逮捕一个对面的狗头。护盾，锤，先溜开。不是特别好，因为我们家上单这个位置的话没办法支援到我们。先吃一波中线，这把的话打到后面，我觉得想 C 啊，只能靠我们3个人了。想赢的话，也不是说想 C， 因为对面都比较灵活，确实不是很好赢。OK， 他走了，这波可以跟我们家中单来上路再吃一波钱，把这波钱吃了。果子先回复点血量。对面现在蓝刀锋8400，然后中单7600块钱，他们都是比较肥的。中线锤了。准备开溜，下一波的小龙的话，我们是有机会接。我们只劣势了1500块，它是有破盾的，有破盾的话，我们直接出冰心吧。这一把对面中路是一个卡特琳娜，她有爆发伤害，但是她一般来说是比较喜欢切后排的，所以说不用刻意的去管她，把她关进去。这一波我们只能去进攻下路了，这个小龙应该是要给了，可以过来，应该能杀一个。能杀一个，假装往上面靠，得先接波中，让队友的一个卢仙去把下路这个塔给锤掉。我们先把中路塔给接了，不着急，小心，这个时候不要往里面靠，眼睛先做上。他们龙已经摸出来了，看一下，锤 A 2下中塔，但是 A 不掉，保证我们家中单 poke 他，因为中单一个人的话是很难去消耗到这个卡特的。但是我们这边保护他的话还行，这波龙的话是有机会动，先摸出来，看一下对面怎么说。他们不知道我们在摸这条龙，卢仙可以滑步下来，有队友加攻击速度。说飞，把对面所有人都给拦住，再往后走，不着急，护盾减速一下，再拉开，不着急，看一下 EQ 锤。先保护后排，再锤对面卡莉斯塔，有没有后续？护盾 ，OK， 杀掉，再往前追。EQ 闪击飞，再往他身后给 W 减速，没有后续，准备先拆对面中路。这一波决策做得不错，趁着两方打野在上路打架，然后我们来 rush 一波大龙，中路在
中路发条在中路佯装进攻，佯攻，然后给我们拖时间。对面第一时间发现中路在中路兵线，他就以为说我们没有在动这条大龙，但是没有打野，你以为我就不敢动吗？有我加文41技能的加攻击速度啊！我的其他队友锤这条龙锤的速度还是很快的。冰心走出来，下一件装备我们再出永生花，稍微补一点魔抗啊。那现在就是我们优势了，打野玩的也不错，这一波在上路把对面的打野给单杀掉了，还行。拉过来，现在就是主要是保着中单啊，不是说要保着卢锡安了，因为保着中单 poke 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往前走后拉，不着急。这时候被他禁锢住了，摄像头麦克风挡住了我的镜头。一技能先插个旗子，看一下对面这个位置有没有人在。好，卡特琳娜来了，护盾先减一下速度，关进去看一下，大招直接框，有移形换位，我靠，兄弟，护盾减速，锤，还有没有后续？1Q 戳飞护盾，强行1换1，那其实可以接受哈。我们这一波可以先锤上塔，再锤中塔，下路塔也可以锤，但高地肯定推不掉了。这一波就是推外塔的一个节奏，因为第一条大龙的一个持续时间并没有那么久。拉过来，眼睛先坐上。哎呦，好，有点闹。走，我要出点魔抗装备。卡特琳娜现在伤害是有点高。追尔什么时候上线？这把打完应该就上线了。这把打完的话，大家应该就能看我玩了。是11月14号的0点钟更新上线。这把其实我不需要做其他什么那种石像鬼水银的了，就出纯肉装就行了。等3件套之后再看，因为对面没有特别多的控制，然后也没有那种需要你去防的一点。插个旗子，不要让他回得这么舒服。因为对面是双刺客嘛，所以说我们这把的加文40，你主要做的一个点就是你要保护好你的后排，你不能让对面的这2个刺客切你们的队友切得那么舒服。他想带我进去，等下给我球，我进场拉人。EQ 过来，锤，大招直接框住，交不交闪？交闪现可以接受，但是不着急去弄。护盾减速，锤，点燃挂上，拉过来，可以，这个大招配合的非常完美。我往里面挤，然后他的一个球给我一个大招，其实我没什么伤害，但是我身上有球的话，就非常的有那种压迫感了。但是他显而易见啊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卡特琳娜还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一波的组合技其实他完全没有见过，你发条加加文44还能有组合技呢，对不对？这很扯的。再出点装备，准备拿小龙跟大龙，这是对面的第3条小龙，而且是第2条大龙，这一波不能给对面做资源置换的一个机会啊！我要先去往小龙这边看，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是不要这条大龙，这是一条什么火龙魂。先锤，眼睛坐上，不着急。大龙也得守，但我们这个时候线压的还不错，不用着急冲。打野这边打起来架了，我们可以过去小支援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后续。锤，先把他锤死。护盾减速，哎，再见。小龙可以摸起来，对面打野可能已经在动了。可以往这边赶一下，没动，往下面赶，看到对面打野位置了，这大龙也不给，他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人的位置在哪里，我们可以去把这条龙给摸起来，眼睛先做上，插旗子过来，让莫德凯撒去扛龙，我去扫一下对面打野的位置，因为这条龙的话对面可能会来抢，他应该也是清楚知道这条龙如果说消失了。他们的游戏就结束了，果然是在这里想抢这条龙啊，但是他龙坑里面没有视野，所以说，被逮到了，哈哈，所以说没有一个拼省的空间啊，他不清楚这个龙的血量还有多少，但他确实对于一个游戏的把控度还是挺高的，他知道这一波如果说大龙被我们拿下，游戏就准备结束了，还是挺聪明的，确实得来搏一搏了。这种肯定不能说他有问题，他确实得搏。EQ 戳过来击飞，点燃挂上，拉，锤，想瞄我们后排，但我们后排伤害都非常高，没赢过。大招框闪现拉开，回首望月，关门打狗，你怎么说？
那兄弟们觉得橙子这一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哈。每天晚上11点10分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直播，边打边解说社会橙子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